那日我的夫君带回一个姑娘，她以整个草原为聘，愿给夫君做妾。夫君心疼地说委屈她了，他们的爱情感动了所有人。我自请离去后，夫君跪在雪地里苦苦哀求辩白，说他不曾动心。儿子灵儿是哭着回来的，他冻得浑身冰冷，嘴唇发紫，断断续续地叙述他一直念叨的父亲。我日思夜想的夫君是怎么答应陪他练剑，最后却把他一个人留在冰冷的练武场一下午，陪着那女子去茶楼听话本子。娘亲，爹爹是不是不要灵儿了？他睁着水润润的眼睛趴在我怀里，失落地说，爹爹要娶新的夫人，爹爹也会有新的儿子。下人把暖炉推到离我们更近的地方，我把他冰冷的脚放到我肚子上暖着，又把他的小手捂在手心。他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他。夫君是大周的大将军，他骁勇善战，长得丰神俊美，突厥军叫他玉面阎王。他英勇杀敌，解决了困扰大周10年之久的突厥军，实现了少年时我们一起拜师学艺时的豪言壮语。我等着他凯旋，执起我的手，共享这太平盛世。只是没想到，他却带回了另一个姑娘。那姑娘身份特殊，是蒙古族的公主。最后一战正是大周军队和蒙古军队合力包抄，才打败突厥主军。而这计策后面的最大功臣，就是夫君带回来的这个姑娘。她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去了大周军营，还用她的智慧说服了我的夫君萧景之实行他的计策，更是在大战之时与萧景之一起穿越过半数的突厥军，将突厥王斩杀于大战之中。当然，我没去现场看到这些惊心动魄的战事，但这京城中人人都知道啊，我想不知道也难。京城中的高门贵妇们自然更乐意听些英雄美人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不知是哪家洗衣服的婆子的儿子，是亲历战事的一个小兵。据说他亲眼见到了萧大将军在亲手斩杀了突厥王后，兴奋地抱住了他身旁英姿飒爽的朝珠公主。从下人嘴里听到这等一手消息，讲出来的那个夫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哎呀，我要是萧将军身旁有这么一位红粉佳人，不仅长得美，还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我也忍不住要立刻亲上去了呀。听说啊，当时突厥军吓得落荒而逃，大周和蒙古军看到站立在高台上的两人，一直在喊萧将军、朝珠公主，那喊声真是震天响，想想就激动人心，确实很精彩。朝珠公主颇有花木兰从军的架势，简直实现了无数深闺妇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梦。我这个萧将军的原配夫人，竟然不能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有半点声音。人家上阵杀敌，拯救天下苍生免于战火，我怎能计较那些儿女情长，拈酸吃醋？又有那妇人感慨，哎呀，就是可惜了，萧将军已经娶了妻子，不然啊，还真的能成就一段佳话呢。灵儿晚上还是发起了高烧，他下午在练武场执着地等着他父亲回来。萧景之带他过去的时候，挥退了所有下人，大家都以为灵儿是跟萧景之在一起，没想过他会这么执着。等了一个下午，灵儿才5岁，高烧让他很不舒服，一直在哼哼唧唧地哭。下人要背他，他哭得更加厉害，我怕他哭坏了嗓子，只能自己抱着他。一个5岁的孩子太重了，何况我肩膀还受过伤。好在去医馆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与刚刚回来的萧景之碰了个正着，穿着蒙古服饰的朝珠公主醉醺醺的半靠在他肩膀上，还在说着，喝呀，再喝一点嘛，萧哥哥，怎的你们大周的男儿还比不上我们草原的女子？萧哥哥，我原来也这般叫他。萧景之的手正小心地扶着他，脸上满是还未收回的宠溺之色。有一瞬间，我感觉心脏是在被针密密麻麻地扎。婉瑶，怎么了？灵儿生病了吗？他看到我十分吃惊紧张的样子，我看了眼他身上的朝珠，他有些讪讪地把他扶正，朝珠仿佛完全醉了，又靠在了他身上。萧景之解释，他醉了，
我抱着孩子要出门，萧景之忙追了上来，道：“我陪你们一起去。”灵儿转头看了他一眼，本来已经虚弱的哭声又大了起来。朝珠被下人扶了进去。马车里，萧景之问：“怎么不把医师叫家里来？”我一边用手给灵儿降温，一边轻轻拍着她的背哄她：“为什么？请医师一来一回浪费多少时间？灵儿2岁时他才出征的，灵儿那时生病，他比我还急，抱着孩子就往外走。果然，现在都忘了吗？灵儿病了好几天，吃饭时，婆婆责怪地说：你也是的，就是在家看一个孩子也看不好，还害得我孙子生病，真是的，做什么都做不好，自然比不上婆婆即将拥有的公主媳妇。”自从萧景之凯旋朝珠面圣时，就直接对高高在上的帝王脆声声道：“大周的皇帝陛下，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女子都想做您的妃子，但我已有心爱之人。大周和蒙古的联姻不一定非要我成为您的妃子，我也可以是您臣子的妻子。虽然他没有明说他想成为谁的妻子，但是不言而喻。京城大家最喜欢津津乐道这种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何况还是大名鼎鼎萧将军的。那天我去书房，听到了萧景之和朝珠的激烈争吵声。萧景之的声音饱含了怒火：“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我已经有了妻子，我不可能娶你。我们不是说好了做知己、做朋友、做兄弟的吗？我和萧景之成亲之时，他曾跪在我外公面前发誓，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纳妾。”里面传来朝珠激动的声音：“我才不要和你做什么兄弟，我喜欢你，我就要告诉你，爱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隐藏的东西，它是最美好的存在。你为什么不敢面对它？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你明明也是爱我的，为什么不娶我？”那是少年人对于自己心爱之人不能给予相同反馈的歇斯底里。原来萧景之要娶我，我不同意。我告诉他，我宁愿去做尼姑，也不要嫁人。那时我真的去了安里，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他在我窗外站了一夜，红着眼眶问我：“你说你不爱我，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又为什么为我哭了一整夜？既然爱我，为什么不信我？为什么不嫁我？”那是6年前的事了，现在想来，竟然恍如隔世。他原来说的话，现在有另一个女子在问他：“我不爱你，我有了妻子。”他声音里的勉强，我听了都要为他的隐忍和委屈感动。多么深情专一的男子啊！明明已经动了心，却要一遍一遍否认，就是因为有了原配妻子，要别人听到，一定觉得那原配的存在就是个错误，是他们伟大爱情路上的绊脚石。你不爱我，朝珠讥诮的声音响起。那是谁和我高山之巅共赏人间美景？是谁在草原上和我纵马高歌？谁和我海誓山盟，说此生不负？他说的是彻夜缠绵。别说了，那时我以为萧景之的声音饱含了痛苦和自责。你说了，你这次和我回来，只是为了蒙古和大周的联姻。你以为你回来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草原，我会开心吗？朝珠悲戚的声音响起：你让我嫁人，可是爱上了你这么耀眼的人，我又怎么能爱上别人呢？萧哥哥，你太残忍了！你知道我为了跟着你来大周，忤逆了最疼爱我的阿爸。萧哥哥，我所求不多，我只是想待在你身边，每天看你一眼就可以了。如果你担心婉瑶姐姐介意，我去和她说，我去求她，我给她磕头，求她成全我们，行吗？萧景之没回答。窗户上他们的身影交叠在一起，草原女子果然热情似火。我不知道我站了多久，又是怎么回去的。屋内的2人再也没有别的心思谈话。那天晚上，萧景之羞愧地看着我，他说：“婉瑶，对不起。”他道歉道了一晚上，我哭了一晚上。自那天之后，我便不再和他说话，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这种事，谁又能逃得掉呢？丈夫纳妾或者再娶，深宅大院里的勾心斗角，还有那彻夜难眠的倒映在纱窗上妇人的低泣声。我4、5岁时，父亲纳妾，那时娘亲便整夜地坐在烛火下，
一边看着父亲年少时写给他的信笺，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总是会在半醒间知道他的哀愁与凄苦。父亲原是一介穷书生，因为没有进京的路费，便在娘亲家里做工，一个是富商家的妙龄小姐，一个是虽然穷苦但面容清秀才高八斗的才子，真是一出佳话。外公只有娘亲一个独生女儿，他想招婿，一来娘亲在自己家，不用担心受委屈，二来家里的家业将来也好交给下一代，但娘亲没有同意，她不愿依附亲受这种委屈，外公没有强求。后来父亲一朝鱼跃龙门，他也当真大红花轿娶了娘亲，恩爱了几年，他开始纳妾，后来他便几乎不怎么来母亲房里。姨娘当然不是什么好相与的人，姨娘生了儿子以后，常对母亲颐指气使，连带着也对我动辄打骂。刚开始，母亲还带着我去找父亲评理，但父亲只是抱着弟弟在逗弄，一副慈父的样子。母亲在我8岁那年又怀了身孕，别说她了，就是我都祈祷她能生下弟弟，挽回父亲的心。她没能生出弟弟，她在花园里散步时，不知被谁从后面推了一把，整个人从不高的拱桥上跌落下来，流产了。她太懦弱了，只是哭，一直哭。原来她还精心打扮一番，博取父亲的欢心。流产之后，父亲没来看一眼，她也有些神经质。后来她越病越重，她去世那天晚上，我很害怕，她一直在咳嗽，我跑出去想叫医师，但是姨娘说喜欢母亲住的院子，父亲便让我们搬去了一个破败的院落里住。母亲身边常年伺候的丫鬟婆子，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叫到姨娘房里做粗使活计。雨很大，雷声也很大，往常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书房，我想求他给母亲请个大夫。我去的时候，透过门缝看到了父亲和姨娘在一起。父亲说他死了也好，我看到他，总是想起自己那段苦的不能再苦的日子。姨娘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她说：“老爷，那我岂不是也死了好？”父亲责怪地说：“春娘，你怎么能和他一样？你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你就是另一个我。”所以原来他和娘亲的情比金坚是假的，那些如山一般厚的情书也是假的。他从出现时起就是带着目的的。富家小姐的家财万贯能助他顺利参考，甚至能在他刚开始几年为他打点上下关系。等到他官运亨通，那看过他寒苦卑微的人最好通通都去死。又是父亲和姨娘的身影逐渐重合在了萧景之和朝珠身上。我没有敲父亲的门，只是浑身湿漉漉地回到了母亲房里。我回去时，他已经坐在铜镜面前，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遮掩他的憔悴之色。他恢复了清明，去找过你父亲了。我的热泪滚落了下来。他笑眯眯地说：“傻瓜。”然后他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点恍惚地说：“那是28年华，还没有想过今天呢。”他叫我去睡觉，我有预感，他要不行了。没多久，他眼角挂泪，便离开了人世。娘亲去世，父亲松了一口气。姨娘被扶正了，姨娘是父亲的表妹，两人很是恩爱，不过这恩爱也不长久。父亲很快又纳新妾回来，整个后院十分精彩和热闹。我9岁那年，外公来京城，我藏在了箱子里，跟着他一起去了杭州，才逃开了那令人窒息的高门大院。外公非常疼我，把我当成男孩子养，甚至送我到白鹿书院学习。我在外公身边十分快乐，仿佛是要把那丢失了很多年的快乐都弥补回来似的。他有意把生意交给我，我那时喜欢看画本子和游记，想要玩遍万水千山。我为了谁才囿于这陵？我痛恨了整个童年的深宅大院，最后却只换来一句抱歉。灵儿生病的这几天，萧景之天天来看他，灵儿不理他。等灵儿睡了，萧景之搓了搓手，对我道：“婉瑶，我知道你不痛快，但是大周苦战久矣，现在大周和蒙古联姻，更能稳固边疆。朝珠他不求别的，只是想在府里有个院落而已。我发誓，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好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他心里需要和别人比较呢？我们是在白鹿书院认识的，做了整整2年同窗，一起为非作歹了很多次。他很突然说喜欢我，那时山长的女儿正在对他暗送秋波，我们还一起打趣他，而且那时我可还扮作男子。我震惊于他的惊世骇俗，他却说喜欢就是喜欢，我不管其他。我那时问他，那山长的女儿怎么办？他奇怪地问我，关我们什么事？那我和她比，她更合适嫁给你。他摇摇头，非常严肃地答，我只喜欢你，别人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你这么说是在看低我？心当然是不可避免地悸动了，和他互相看着，然后止不住地笑了起来。我那时想，我和他年少相识，他家境颇为显赫，而他心中亦有天下，不是那般庸碌之辈，当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只是现在想起来，只觉得可笑。恐怕只要动了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别人的念头，便是满盘皆输吧。天下男子皆薄幸。他还在说，你别和我生气了，咱们3年没见，我一回来你就和我怄气，难道你不想我吗？想啊，怎么不想？晚上要把他的家书拿来看了一遍又一遍，偶尔抬眼看镜子里的自己，都是眼角眉梢带着笑的。我还在心底庆幸地想，我到底没有走和母亲同样的路。母亲看信时哭，而我看信时却是笑着的。我总是把她的书信放在枕头底下，就像她陪着我一般。自从生产后，我就畏寒。她回来那天，我站在风雨里等了她2个时辰，等来了一个明媚张扬的女子坐在她的汗血宝马上，等来了她伸向我的手，生生在那女子的一声惊叫中顿了顿，等来了灵儿被她丢在练武场冻到感冒。我为什么要嫁给她？为什么要为了她饱受3年相思之苦？成婚这些年，对她的长辈晨昏定省，被人指点这里那里做得不好，我也是想要仗剑走天涯的呀。只是因为我爱她，只是我爱她的这些年里，她在一边给我写信诉说相思的同时，她的心已经飞到了另一个女人身上。这种感觉就像以为是一桌美味，吃到最后却发现饭菜里全是污秽之物，让人恶心。灵儿病好后变得沉默寡言，我很怕她重复我小时候的路，只能给她更多的爱和关心。她拜了王爷周鸿祎做老师，请了几日假，又要去咸王府报道。我亲自送她去了王府，到了门口，她1步3回头，很是依依不舍的样子。她病刚好，又被她父亲打击到，心里十分脆弱，故而很是依赖我。我不忍心她小小年纪就坐在冰冷的座椅上忍受老师的说教，走到她跟前，小声问，灵儿可是不想去上学？其实我并不想这么早给她找老师，只是这老师是皇帝钦点的，无法拒绝。她眼睛亮了亮，点点头，期待地看着我，她的样子8分像我。我抿嘴笑了下，这是这么多天第一次开心的笑。走，娘亲带你逃课去。她立刻紧紧握住我的手，这一刻我却眼底一热，突然红了眼眶。她的手很小很暖，她整个身心依赖我，依赖她的父亲。我不能辜负她，要好好照顾她，但是她父亲却可以把她一个人丢在冰天雪地的练武场，而此自然没有情人重要。压下心底的情绪，我站直身体，对王府迎来的管家道，灵儿刚刚在马车上便咳嗽不止，恐将病气传给王爷，今日先请假1日，还请管家禀告王爷一番。管家的表情很是错愕，我却不想和他纠缠，忙将灵儿抱上了马车。他小小的手圈着我，在我耳边小声说，娘亲，你撒谎。他声音软软的，还带着热气。我心里一暖，我本想带他去城中有名的酒楼吃饭，他喜欢那里的红烧狮子头，但怕遇到萧景之，便去了城中有名的一条好吃巷。他吃冰糖葫芦吃得满嘴是糖，又大口吃驴肉火烧，最后抚着肚子满足地说，娘亲，要是咱们一直这么自由就好了。我又带着他去书局买书，他受我影响，也十分喜欢看些传奇故事和山水游记，
选了2本书。我们去了城中一家茶馆，要了个雅间。丫鬟和马夫在外间吃茶，我和灵儿在靠窗的里间。我们一人躺一边，身上盖着毯子，中间放着茶几，案上摆着小吃零嘴。我给他念书听，没一会儿，他就钻我毯子里，乖乖趴我怀里。等我念完一章，他就睡着了。我闲心地放下书，外面是天寒地冻，还飘着洁白的雪。晚上我带他去小面馆，吃了一家很好吃的阳春面。许的是在外面十分自在，他胃口好了不少，整个人都笑眯眯的。刚一踏进将军府，萧景之就急急忙忙地奔过来，问道：“你们去了哪里？怎么不让人回个信？”跟在我身边的丫鬟彩月和车夫王大，他们是外公派给我的下人，自然只听我一个人的话。婆婆拄着拐杖过来，责怪地说：“婉瑶，你和景之闹脾气也就罢了，擅自将孩子带出去，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怎么办？”他又道：“这城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偏偏就你心眼子小，非要计较一番。人家朝珠贵为公主，都不计较做小，你还整日板着个脸。要我说，景之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想当初你怀孕，他也没收通房丫头，你还想怎么的？娘，别说了。”萧景之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低声道：“下次别让家里人担心了。”“是啊，姐姐。”朝珠跟在婆婆后面道：“如果你不想我嫁进来，我也可以在外面住一间宅子，我不求什么名分，只想陪着景之。”萧景之爱怜地看了他一眼，显然是感动了，真感人。第二日，我带着灵儿上马车，萧景之也跟了上来。我蹙眉看着他，他解释道：“我回来这段时间总是各种繁忙，没有好好陪你们母子2人。今日我一整天都陪着你们，这是他的恩赐，我该感恩。”王大把车驾去庄外的梅园，听说那里梅花开了。他又笑着对我说：“你信中常写梅花开了，让我陪你去赏梅。这次我终于来了。”我挑开帘子，看了眼外面的风雪天气，好在梅园离城里不远，驾马车只要1个时辰。灵儿靠在我怀里不说话，萧景之便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各色的茶点。他拎起一颗，递给灵儿，灵儿恶狠狠地把茶点打在地上。萧景之的脸色变了一下，我看得出来他在忍耐。或许从他的角度来说，我和灵儿是不识好歹了。他做小伏低哄我们这么多天，我们早就该感激涕零，和他其乐融融。毕竟他现在是所有人都捧着的大英雄，连皇帝都礼遇3分，谁敢给他弃手？马车后面有马蹄声，接着响起了朝珠的声音：“萧哥哥，婉瑶姐姐，把车停下。”我开口对王大道：“把朝珠公主请进来。”萧景之欣喜地看了我一眼，其实在他心里，应该是觉得男子3妻4妾实在是常事，我暂时无法接受，但终归是要接受的。朝珠一身风雪，进来后眼笑晏晏，说：“我听下人说梅园的梅花煞是好看，没想到你们也去，你们不会嫌我碍事吧？”说着，美目在我和萧景之身上流转了一番。萧景之面有难色，但还是道：“就是你婉瑶姐姐让你进来的，你说你碍事不碍事？”朝珠打了他一拳，对我说：“谢谢姐姐，听闻你们京城的贵门妇人最是大度，果然名不虚传。”我没说话。朝珠看着茶点道：“都是我爱吃的，萧哥哥，你最懂我。”灵儿把头藏进我的脖子间，很快温热的泪水就打湿了我颈间的衣服。我一下一下抚着他的背，因为我不说话，车子里沉默了下来。时不时朝珠会调皮地用腿踢踢萧景之。到了梅园，掌柜的引我们去了一处独立的园林，屋内火炉燃烧，屋外是白的雪，红的梅，十分好看。萧景之看着这美景，感叹：“婉瑶，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白鹿书院时，也曾偷偷去山上看梅，结果风雪太大，看不清路，被困在山里一晚吗？”“当然记得，当时是我顽皮，非要大雪天出门，其他同学宁愿在屋里喝烧酒吃烤肉，不愿意去外面受罪。只有萧景之拿了斗篷，笑得恣意飞扬。走吧。”结果我们在山上被困，他把外套脱了，
抱着我藏在山洞，第二天才下山回去。那次他大病了一场，我哭得很伤心，害怕他像我娘亲一样死去。喂他喝药的时候，他嫌苦，鬼使神差的。我尝了一口那碗药，对他说：不苦，有苦我陪你一起吃。从此以后，我们只要有一人生病，另一人必定会端了药来自己先喝一口。娘亲，别哭。灵儿小小的手帮我擦了擦眼泪，一脸心疼地看着我。萧景之就这么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眼里也是泪光点点。朝珠在外面堆雪人，大声叫萧景之陪他一起玩。萧景之没理他，低声对我说：婉瑶，看在我们当初那么甜蜜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我保证朝珠是最后一个，好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对灵儿道：你去和彩月姑玩会儿。他很懂事地去了彩月旁边，彩月和王大正在烤火。萧景之想要握我的手，看出我的厌恶之色，只能惺惺作罢。他低声下气道：别和我生气了，成吗？我知道这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事情也已经发生了，你生气令灵儿看到，不是让他和我生分了吗？他以为灵儿是受我的教唆，所以才对他如此无礼。我不想辩解，只是道：你给我休书吧。什么？他惊愕地睁大了眼睛，那眼底深处还有藏不住的惊恐。我看着他，没有一丝退让，一字一句强调：你给我休书。他的眼泪就那么毫无征兆地下来，声音里带着颤抖：婉瑶，你别说气话了，行吗？我怎么会休了你？我们说过要一生一世的，我是真的爱你。婉瑶，你别说这种话了，你知道我不是说气话。窗外的梅花开得热烈，却是一番美景。我擦了擦眼泪，道：如果你惦记着当初的情分，就把灵儿给我，你会有新的儿子。我不想他跟着你受苦。萧景之面色惨白，身形晃了晃，嘴唇哆嗦了下，说不出话来。或许他以为我不会这么决绝。我嫁给他后改变了很多。我原是最爱睡懒觉，但嫁给他后，每日早起给婆婆请安。原来最爱骑马到处游玩，后来困在那将军府里，听着婆母各房嫂子的明争暗斗。有一日，我听到朝珠娇气地和他说：你们这里的深闺妇人最爱勾心斗角，后宅的阴狠手段层出不穷。我可不愿意加入到那样的争斗中去，我要的是上战场杀敌人，才不会格局那么小，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夹缝求生存呢。萧景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妇人目光短浅，何苦计较？是我目光短浅，以为自己不会和娘亲走同样的路，怪谁呢？怪我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摆在面前，却不长记性。不过好在还有灵儿，生他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朝珠还在叫他，他砰的一声把窗户关了，外面的声音戛然而止。萧景之紧紧握住我的肩膀，仿佛是困兽般。我不许，我不同意。婉瑶，你别走。这几年我是靠着思念你们娘俩才撑下去的。我浴血奋战，上阵杀敌，除了为自己的理想报效国家，也是为了让你们能被世人羡慕啊。我不许你走。可是在他和朝珠那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里，我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我问他，如果他没有跟着你回来，你是不是会瞒我一辈子？或者说，你在那里和他发生的那些事，本就是想着他不会回来，所以肆无忌惮。我轻声问道：如果朝珠不来，我或许真的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无法知道他的背叛，而他势必也会继续扮演原来那个好夫君、好父亲。或许偶有走神，想起那草原上热情似火的女子，他着急地解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开始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知己，是他一直痴缠我。有一天，对不起，我当时太想你了。或许第一次是药的原因，之后的很多次，或许就是情之所至了。我沉默地看着他，心想，当初决定嫁给他时，我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这最坏的准备竟然来得这样快。你当真不肯原谅我？婉瑶，你听我说，如果你拿了休书，那灵儿怎么办？
你不是最看重他吗？你忍心别人嘲笑他母亲被人休弃？当然不忍心啊。灵儿是我的贴心小棉袄，我冬天手冷，他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小肚子上，然后轻声说，听师傅说，娘亲原来身体很好，是生了孩后，冬天才畏寒，孩儿给娘亲暖着，娘亲就不冷了。可是我更加不愿意他成长在一个连父亲的爱都要争夺的环境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争夺，功名、利禄、生意、军功，唯独爱不能争夺。我不愿意他小小的年纪就怨毒地看着别人，在无数次的失望里被迫成长。他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要带他走。我心平气和地说，朝珠要嫁进来，不可能是以妾的身份，蒙古不会同意，外人也会颇有微词。陛下已经说了，让我以平妻之礼娶她。他打断我，我愣了下，随即失笑，是我想多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他紧张地看着我，你不走了吗？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可笑，他竟然在觉得我是因为朝珠不能为妾才想离开，心里始终感觉有股闷气散不了。我想母亲或许是流产后伤了身体，但更多是长年累月的郁结在心，最后才会落得年纪轻轻便病死的下场。所谓抑郁而终。他继续道，如果你要离开，我是不会把灵儿给你的，母亲他们也绝对不会同意萧家的孙儿在外面长大。他眼神里多了些疯狂，对我道，就算你恨我，我也要留你在身边。婉瑶，我是爱你的，真的。我看了他一眼，我当然知道想要带走灵儿不容易。回城的路上，我们遇刺了数十名蒙面人，武艺高强，招招致命，想要我们的性命。王大护在我和彩月身前，我紧紧抱住灵儿，手里拿着一把剑。黑衣人向我们逼来，王大很快和他们缠斗在一起。我拿起剑拼命挡开那些黑衣人。萧景之看到我们这边想要过来时，朝珠险些被砍了一刀，他惊叫了一声，萧景之立马奔了过去。我慌了下神，我和他曾经帮助当今天子争夺皇位时，也曾这样被人追杀，那时他拼了命也要为我挡下剑矢。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还有了孩儿，他竟然置我们于危险不顾，去救另一个女人。黑衣人给了我一剑，在左肩，也是原来的伤口上。我痛得心底一抽，浑身不可抑制地抖了一下，一把长剑破空而来，正中黑衣人心脏。随即一个身影挡在了我们面前，是灵儿的师傅周鸿琛。师傅，救娘亲！灵儿害怕的声音传来。周鸿琛带了大量的侍卫而来，很快黑衣人便不敌，纷纷逃散。娘！昏迷之前是灵儿声嘶力竭的哭声，最后的意识，我倒在了一个人的怀里。萧景之正在着急地向我跑来，他身后的朝珠勾起唇，冲着我冷冷一笑。醒来时，我正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火炉烧得很旺，屋里暖气很足。我右手边躺着灵儿，她脸上还有泪痕，显然是哭够了，才睡了过去。醒了，是一道清润温和的声音，是贤王周鸿琛。王爷，我怎么在这里？你受了伤，失血过多，又碰到了原来的旧伤，我就带你们回来了。他放下手中的书，修长的手端起药碗，道，幸好你醒了，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喂你这药。他扶我靠在床边，灵儿醒了，揉了揉眼睛，紧张地看着我。我笑了下，说，娘亲没事，别担心。灵儿乖乖点头。我想端起来自己喝药，周鸿琛避开我的手，坚持喂我。他道，你现在伤着，没必要讲究那么多，免得牵动了伤口。多谢王爷。喝了药，周鸿琛出去了。我问灵儿，我们怎么来这里了？灵儿奶声奶气地说，是师傅救了我们，我就求他带我们回王府了。娘亲，我怕回将军府，他们继续害我们，还是师傅这里安全。我没说什么，要说那侍卫也来得太巧，而且只是刺伤，我便不再恋战，显然透着蹊跷。那伤口没有很深，只是流血比较多。我整日比较昏沉。第二日，我听到门外有争吵声，是萧景之。王爷，恕臣斗胆，
婉瑶是臣的妻子，王爷把她扣在府中是何居心？您虽然贵为王爷，但若欺人太甚，别怪臣以下犯上。”周弘真的声音依旧慢悠悠地道：“萧将军真是名士风流，怎么家中的朝珠公主不能满足将军了？”灵儿在我身边哀求道：“娘亲，我想在师傅的府里，我不想回将军府了。”我本来还有点心酸，听到他这话，顿时有点哭笑不得。灵儿3岁拜周弘真为师，那时他每日都哭唧唧地去王府，王大一直陪在他身边，我则去离王府最近的茶楼休息等他。后来过了些时日，他便欢天喜地地过去，整日说周弘真待他如何好，末了还会小声感叹一句：“要是师傅就是我爹爹，该有多好啊！”周弘真未娶王妃，也没有侧妃，他做了灵儿的师傅后，我一直担心他为了有后，会让灵儿过继给他。毕竟灵儿真长得浴血可爱，灵儿在王府中地位很高，简直是第2个小主子了。在将军府，他过得不开心，每次见到他奶奶和叔婶，总是被拉来和他堂兄弟做比较，又被耳提面命不要贪瞒。我被婆婆说的时候，他哭得比我还伤心。他见不得我流眼泪，灵儿捧着我的脸，认真地说：“娘亲，你和灵儿一起住在王府里，师傅不会管我们几时起床，也不会说我们不懂礼数，更不会大寒的天气让你罚站，好吗？你太外公给我们在京城买了府邸，等过段日子，娘亲带你搬过去一起住，我们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自己家里。”我亲了亲他的手，认真地问：“灵儿跟着娘亲，只有我们2个人，等来年开春了，我们下江南去找太外公，你愿意吗？”灵儿欢呼了一声：“愿意。”随即他又依依不舍地问：“那师傅怎么办？”他对萧景之的记忆早就消散，这些年他时常见到的是周弘真，如果不是我整日对他提起他父亲，他根本不可能渴望这令人失望的父爱。其实他心里对周弘真的依赖和敬爱比对萧景之多太多了。等在那边安顿好了，可以带你回来看他。我不确定地说，毕竟京城和杭州相隔遥远，回来的概率不会太大。他心满意足地靠在我身边，萧景之还是进来了。他见我面色苍白，他脸上的愧疚令他那大将军的光辉都消散了不少。他低声对我道：“婉瑶，真的对不起，先闭嘴可以吗？”我不耐烦地说：“我不会和你回去，我和你之间目前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和离。”真是受够了他的道歉，从他回来到现在，为了带朝珠回来道歉，告诉我他只是暂住一下，后来为要娶朝珠道歉，把灵儿一个人留在练武场道歉，如今为把我和灵儿置于危险境地而道歉。周弘真进来了，施施然坐在桌子边，淡然地倒了杯茶水，问道：“喝不喝？”“师傅，我渴。”灵儿脆生生地答道。他看也不看萧景之一眼，爬下床，穿着袜子踩在地上，很自然地走到周弘真身边，小心翼翼地把茶水端过来喂我。等我喝完了，又爬上周弘真的膝盖。周弘真给他倒了杯水，灵儿便就着他的手喝了起来。我竟不知灵儿和周弘真这么没大没小。灵儿来王府上学，王大是不离左右的。说实话，尽管原来见过周弘真很多面，但贸然将儿子送到别人手里，我是不放心的。王大会武功，看着憨厚老实，但他看人最是锐利，且也十分警醒。我只知道周弘真是真心将灵儿当关门弟子般对待，竟然不知他这么宠他。萧景之显然也被他们之间熟人刺激了一番，若是原来，我必定心疼他为国出征，苦守边关3年，亲儿子和外人更加亲近会令他伤心，也会苦口婆心地告诉灵儿他的父亲是多么爱他，多么在意他。但是现在我只觉庆幸，幸好还有周弘真可以给灵儿如父般的疼爱。萧景之见我油盐不进，想从灵儿那里下手，他又哄灵儿道：“儿子，来爹爹这里，爹爹带你回家。”灵儿搂着周弘真的脖子，对周弘真道：“师傅，我就住王府了，我再也不回将军府了。我不要娘亲每天不开心，
我也不要整天看着那个恶毒的女人倒胃口。我蹙了下眉，不知道灵儿童真的嘴里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朝珠固然心术不正，但灵儿这个5岁的孩子懂什么？萧景之脸色白了下，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周鸿祎对他道：“萧将军，本王念在你对大周有恩，你此番擅闯王府之罪便免了。只是你想带走的人，可不愿跟你回去了，那就恕本王不能袖手旁观了。”萧景之声音发寒：“不知道臣要带走妻儿，王爷为何要多管闲事？”周鸿祎冷笑一声：“如果不是本王多管闲事，知道你带着他们去了梅园，快马加鞭跟了过去，你现在可还有妻儿？萧将军既然已经抱得草原美人归，又何苦装出这等情深的样子来做给旧人看呢？”我听了心里一痛，如果灵儿真的发生什么不测，恐怕比杀了我还难受；而如果我死了，独留他一人在将军府，恐怕他小命都难保。又是娘亲去世，因为我是女儿，不会和姨娘的儿子争夺家产，只需要把我嫁出去，还能稳固家族关系网。故而我虽然时常受到苛待，但也不曾有性命之忧。但灵儿是嫡长子，如果我真的出了意外，将来的将军夫人又如何能容他继续活下去？周鸿祎继续道：“况且本王也非外人，本王乃灵儿的师傅。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自将军回来，灵儿每日来王府进学，总是愁眉不展。本王视灵儿如子，又岂能对她的遭遇袖手旁观？灵儿运气比我好，若我真的不幸离世，她还有王府可以依靠。”我心底一热，看向周鸿祎多了几分感激。萧景之面色黯然地离去，临走时对我道：“婉瑶，等你气消了，我来接你和灵儿回家。他的将军府早已不是我的家了，我绝对不会回去过母亲那种日子。为了一个男人飘忽不定的爱而囚禁自己的一生，我也绝对不会让灵儿成为一个从小就见识肮脏和罪恶的小孩。”下午的时候，我爹来了王府，他已经官至上书，儿孙绕膝，志得意满，而我娘尸骨恐怕都已经腐烂在了地底。我爹强忍怒气，质问我道：“你已嫁人，和王府无亲无故，为何住在这里？万一被其他人知道了，你让将军府和尚书府颜面何存？大家只会说又娘生没娘养。这就是我父亲，永远是责备我不懂事，给他惹了麻烦，怕对他生命有损。当年我逃到外公那里，细细诉说了娘亲是如何受尽折磨才离世。外公当场没说什么，我却看到在我离去后，抱着外婆的牌位，哭得十分凄苦。后来外公带着几十名打手，浩浩荡荡的要父亲归还母亲所有的嫁妆。朝廷命官虽然俸银可观，但过奢华的生活还是非常勉强。但父亲可能是穷苦怕了，生出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府中十分奢华，用的自然都是我娘的嫁妆。外公富甲一方，只有娘亲一个独生女儿，每年还会送来大量的财物，但母亲却与外公不甚亲近。当时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名声，不得不将挥霍了的财物如数归还，至于不够的，不知道他从哪里填补了这个窟窿。他对娘亲，对我，对外公只有恨，没有丝毫爱意。我淡淡道：“尚书大人若不满意，尽管向世人宣告与我断绝父女关系。”他气急，抬手就要打我，我比他先一步，用一把匕首抵住他的脖子，喊声道：“你以为我跟我母亲一样，任你打骂不还手吗？”他像不认识我般，气得脸色发白。你大逆不道！锋利的刀刃轻轻划破了他的肌肤，沁出一丝丝血迹。我道：“你害死了我母亲，我没有找你报仇，已经是仁至义尽。逆子，你一定会有报应。你这个宠妾灭妻、过河拆桥的伪君子都没遭报应，我又怕什么呢？父亲，在你身上我学到一个道理：好人没有好下场，坏人却可以长命百岁。我原来痛恨我身上流着你的血，现在却有一些感激。我到底不会像我娘那样傻，在王府养了几天伤，我便想搬回外公给我置办的宅子。”吃饭时，周鸿祎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下，道：“
那日刺杀你们的贼人尚未抓到，只怕和灵儿势单力薄，再次遭到毒手。王府守卫森严，高手众多，不若在这里静静等到凶手被抓后，再打算之后的事。灵儿接口道：是啊，娘亲，在这里我就不用每天坐马车来找师傅了，而且还可以跟着师傅学武功，那就叨扰王爷了。父亲应该是萧景之叫来的，他估计没想到我能如此决绝，整日来王府求我回去。听闻下人禀告他又来了，灵儿停下正在写字的手，歪头看我：娘亲准备如何？不见，爹爹若是真的知错，也不娶那蒙古女子呢。若是那样，你觉得应该如何？我把问题抛给他，墨汁滴落在宣纸上，他小小的脸皱了起来，低声抱怨道：有了污点，师傅不会要这篇字了。灵儿又得重写，他的那篇字写了半天。周鸿祎安排的课业不多，但是务必要认真恭谨，不然他会挨手心的打。当然，写得好的话，周鸿祎便会满足他一个小小的要求，比如抱着灵儿飞檐走壁，或是同意他养只兔子。过了几日，我那婆婆也来了王府，显然是我这媳妇在她人府中久了，怕引起闲话，萧家面上不好看，只得她亲自来了。同她一同前往的还有朝珠。若是以往，我总是能忍就忍，低眉敛目，做一个深宅大院里令人称赞满意的好媳妇。但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回去，又何必管他人怎么说呢？名声这东西，你在意的时候，它很重要，能给人带来无数的便利，但也是层层枷锁，令人喘不过气来，只能戴着无数层虚伪的面具。若看开了，那便是天高地广，无拘无束。老太太在客厅等了一个时辰，气得脸色发青走了。周鸿祎告诉我，除夕皇上会宴请重臣和亲属家眷，我不能抗旨，因为我还是萧夫人。王爷能替我找一身白鹿书院的学服吗？他愣了下，照办了。除夕那日，我带着灵儿跟着周鸿祎一起进了皇宫，萧景之身旁的位置空着，朝珠坐在了外来使臣应该坐的位置。周鸿祎抱着灵儿，而我做了男子打扮，跟在他身边。权臣间的家眷亲属多有宴会酒席，往来间十分频繁。我虽然穿了男装，但是认识我的人不少，大家互相对了眼神，心照不宣地等着下了席，好好八卦这出大戏。萧将军的妻子不顾礼仪，竟做了男装打扮，又和王爷勾搭在一起。想来这都是平淡生活中十分刺激的笑料，无所谓了。大家生活乏味，能提供谈资，也算功德一件。我爹脸色铁青，显然认为我辱了他家的门楣。这些年为了面子上过得去，每年新年总要去林家坐上一坐，如今撕破了脸，倒也自在，再也不用去他那里浪费时间。萧景之看到灵儿和我，猛地站了起来，快步走了过来，张开手臂，要从周鸿祎手里接过灵儿。灵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周鸿祎，最后看了看我，扭头紧紧抱住了周鸿祎的脖子，留了个背影给他。他的手将在半空垂了下去，用我们几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婉瑶，你闹够了吗？非要在如此重要的宴会上丢人现眼吗？见我神色漠然，他着急地说：我不会娶朝珠，我已经向皇上表明了心迹，也和朝珠说明白了，他已经搬出了将军府，你别闹了，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以后绝不碰其他女人。他说的情真意切。我抬头看了眼朝珠的方向，浓妆艳抹也不能掩盖她面容的憔悴。此时她正一脸怨毒地盯着我瞧，又冷冷一笑，看了眼灵儿，她眼中的敌意太过明显，我心里一惊，下意识地靠近周鸿祎一点。周鸿祎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不动声色地将我挡在身后，更加抱紧了灵儿。王爷，走吧，我低声道。周鸿祎看了眼萧景之，往他的席位上去，我跟在他身后。萧景之抓住我的手臂，眼里满是痛苦，低声哀求道：别闹了，行吗？突然间，我的鼻尖就很酸楚。当年我执意不嫁他时，他也是这般痛苦哀求我，
那时我还也不过15岁的光景，看他这样，心中十分心疼自责，一笃定他爱惨了我。如今世事变迁，竟然还能再次见到他的这种神情，我忍了下，声音平静地问：你不娶朝珠公主，那两国联姻应当如何办？他似乎是看到了希望，眼睛亮了起来，道：皇上并不介意朝珠那天的话，联姻自然是朝珠入宫更加合适。我匪夷所思地看着他，朝珠已经和他有了肌肤之亲，他们竟然还敢让他入宫。他目光躲闪了一下，我懂了，别说朝珠只是和别的男人有过肌肤之亲了，就是她嫁过人，生过孩子，皇上也不会介意，更别说朝珠和萧景之也不会把两人已经睡过的事嚷得天下皆知。他缓了下又道：即使皇上不愿意娶她，还有很多宗室子弟，随便一个也能联姻。原来他知道啊，他萧大将军联不联姻根本无关紧要，所谓朝珠御前的豪言壮语，只要装作无事发生就可以，并不需要他上阵杀敌后还要牺牲肉体去为国联姻。我心中郁结，为他的可笑摇了摇头。那你呢？你不是前脚还和他爱得死去活来，怎么立马就变了立场？我还是问了出来，本来不想在意的。他张了张嘴，艰涩道：如果我说我只是一时追求刺激，你会信我，原谅我吗？我看着他，天空依旧在飘雪，连呼吸间的白气都能清晰可见。我道：如果不是将军和公主合力杀敌，现在万千将士还在边关苦守苦战，我一介在高门大院中坐享太平盛世的妇人，怎么会和将军计较如此多？他当是为我的称呼和生疏的口吻皱了下眉，但随即松了口气，想来抓住我的手，我避开。他僵了一下，好声好气道：婉瑶，我在边关镇守3年，杀人无数，不管对方是不是敌军，但对我的心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我承认被他影响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一刀两断。如果我重伤将死，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后想见的人和最后的牵挂。我曾听人说过，将士每日浸泡在鲜血和死亡的边缘，必须苦守边塞，心中的压力和暴力仿佛是笼中的困兽，一旦能找到发泄的途径，便将难以抵挡。你原谅我，好不好？他的声音里带着无限的祈求和哀伤。或许身为人母的我应该原谅他，毕竟人生漫长，谁能无过呢？可是当年在寒山寺为他哭了一整夜的少女不会原谅他，守在母亲床前看着他被爱情消耗掉整个生命的小女孩不会原谅他。好，我说。萧景之脸上的阴霾尽数散去，他在边关经年累月染上的狠戾和压倒泰山般的气场顿时犹如雨后微风，令人如沐春风。灵儿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周鸿祎的身形一顿，他动了下，想转身，似乎拼命抑制住了。皇上驾到！太监的唱诺声高高响起。萧景之对周鸿祎道：王爷，把灵儿给我吧。灵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看了他一眼，道：让他跟着王爷吧。萧景之笑了一声，想牵我的手，我避开了，跟着他回了坐席。众人跪拜后落座，皇帝照旧慰问了一番有功之臣，谢恩声不断，席间言笑晏晏。最后，年轻却极具威严的帝王将目光转到我身上，含笑问：婉瑶今日可是贪图新鲜，换了男装打扮，朕看着倒是甚为清爽。我起身行了一礼，笑得无忧无虑，调皮地说：陛下可想起来我这身装扮是哪里的？皇帝周鸿祎似乎晃了下神。周鸿祎来白鹿书院时，他还不是太子，只是最不受宠的皇子之一。突厥正是肆虐之时，他主战，被他父皇训斥了一番，他内心苦闷，远走京城，来了白鹿书院。他和我萧景之结识，3人结为异姓兄弟，跪在佛祖面前，起誓喝带血的酒，畅谈人生理想到天明。他的理想是驱逐突厥，让百姓安居乐业。萧景之的理想和他不谋而合，两人惺惺相惜。只有我胸无大志，只想做个富贵闲人，走遍万水千山。
周弘一当时哈哈大笑说，为了三弟你的理想，我也必须要天下太平。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不知道萧景之是兵部尚书之子，不知道周弘一是皇子，他们不知道我是礼部尚书的女儿。后来周弘一的同母胞弟周弘真来找他，他们要放弃说服老皇帝攻打突厥这一条路，而是要争夺皇位。那时候周弘真比现在严肃冷厉，心机深沉，他心思缜密，运筹帷幄，是周弘一最好的左膀右臂。幸好他无心皇位，不然周弘一未必是他对手。周弘一开诚布公了自己的身份，诚邀我和萧景之为他效力，若成功，我二人的地位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知我外公是崔景年时，周弘真眼睛发亮，就像一匹饿狼。平时最冷淡自持的他，竟然略微激动道：“我们正在烦恼银子的事，没想到身边就有这么大一个钱庄。”为了这句话，我每次见他都要翻个白眼。外公只有我一根血脉，况且他送我去白鹿书院读书，未必不是存了让我结识些贵人的心思。在周弘一两兄弟筹谋的2年里，外公的银库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当时蜀的叛乱，老皇帝病重，谁也不愿意领兵去收拾这个烫手山芋。萧景之去了，萧景之武功高强，好几次针对周弘一的暗杀都被他解决。他走后不久，我留在周弘一身边为他处理信件，收集权臣信息。周弘真不动声色地拉拢人心，将重要位置安插自己人。周弘一遇刺的时候，正是萧景之写信需要支援之时。我只知道周弘一如果死了，就算周弘真能够顶上，那么萧景之的军队恐怕也凶多吉少。我的身体比脑子快，替周弘一挡了一箭。在我养伤的时候，萧景之顺利剿灭蜀山叛贼，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能力，又快马加鞭回京，协助周弘一和周弘真两兄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宫，斩杀了其他2位争权的皇子。周弘一为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曾向我许诺，将来可为我做3件事。第一件事，他想封我为妃，我求他收回成命。第二件事，我想嫁给萧景之，求他成全。我为他挡箭时是穿着白鹿书院的学服，所以我今日一穿着这身衣服而来，腰间还挂着他当年为了许诺给我的玉佩。三弟。周弘一愣了一瞬后放声大笑，随即起身离座，来到我身边，扶住我行礼的手，对众人道：“朕当年在白鹿书院读书时，和景之、婉瑶曾结为兄弟。那时婉瑶还是女扮男装，整个一混世魔王。当年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现在想来也是十分恣意飞扬的一段时光。”众人自然下拜，夸赞他体验民间疾苦，爱民如子，才有现在这太平盛世。自你嫁作人妇，总是规规矩矩，少了些当年的恣意嚣张。朕每每想起，总觉得甚为可惜。我笑得灿若星辰，那是我少年时喜欢的笑法。今日我要彻底告别这高门大院，即使回不去我的少年时光，我也要如当时那般自由自在。我取下腰间的玉佩，递给他：“陛下，臣女今日做旧时装扮，只为归还这玉佩。因着陛下平日繁忙，无法的见天颜，只能在此宴会之际归还，还请陛下恕罪。”我手中是他当日赠予我的银白玉佩。他愣了愣，为何归还？因为陛下当日答应臣女，见此玉佩，陛下便可为臣女做3件事。陛下已经完成2件事，臣女现在有了这第3件事求陛下。说着，我双手托着玉佩，双膝跪在地上，朗声道：“陛下，萧将军上阵杀敌，为国立功，朝珠公主贵为蒙古公主，巾帼不让须眉。他们2人如今情投意合，且成婚又对大周和蒙古联盟有利。臣女虽为妇人，不能上阵杀敌，但也希望大周百姓安居乐业，为陛下分忧，故臣女愿自请带着灵儿下堂离去。”闭嘴！萧景之猛地打断我，起身跪在我身边，对周弘一道：“陛下，内子近日偶感风寒，
如今大病未愈，臣且先行带他下去休整一番，请陛下恕罪。”说着，萧景之就要拉我。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我说了我要离开你，就一定会离开你。”他狭长的眸子猛地收缩，似乎被针刺了一般，他的手在颤抖。众人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愣在当场。萧景之用了力，把我扯走了。太监引着我们来了一个殿中，又奉了2杯茶过来，低声道：“萧将军、萧夫人，您二位若有什么事，可在这里商议。”说着便退了出去。婉瑶，为什么要把这件事闹到大庭广众之下，还要闹到陛下跟前？你不是说了原谅我了吗？他着急的眼睛通红，看得出来他最近也没有休息好。求你了，别闹了，我真的知错了，你跟我回家吧，行吗？我推开他，面无表情地说：“你爱怎么想，我管不着。我确实理解你当时在战场上的心境变化，你承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理解，我也原谅你。萧景之，你不必自责，你为大周百姓做的事，只要是大周子民都会感谢你。你是一个好臣子、好将军，但却不是我的好丈夫，灵儿的好父亲。既然你已经对朝珠动心，便不必自欺欺人，藏着掖着。我也愿意成全你，但是我没法和别人分享我的丈夫。”说着，我又道：“实话告诉你，我也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敢于踏出你将军府的大门。我早就在你府里够了，毫无意义的晨昏定省，时时刻刻的攀比炫耀，莫名其妙的打压教训。我以为我必定在其中生活一辈子，为了你，为了灵儿，我百般忍耐。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如果我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我迟早要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不是一个好妻子。”我自嘲一笑：“不管你怎么想，不管天下人怎么想，我很后悔和你成婚。当日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高估了你的诺言，也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这场婚姻唯一不让我后悔的就是生了灵儿。如果你还惦记我们旧日在白鹿书院的情分，就写休书，把灵儿给我。你和朝珠既然相爱，你就不要再辜负她了。说实话，我刚开始确实介意你们之间的事，现在想起来，却也觉得既然是情之所至，那就无可厚非了。你们是大周的英雄，也会有很多孩子。我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儿孙绕膝。”说出这些话，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释然。当年我们辅助周鸿祎登上皇位，我身为女子，也无心朝政与权力争夺，便功成身退。萧景之求我嫁给他时，我逃去了寒山寺，在空谷寂静之中。其实我很害怕他属于别人，害怕他对着别人那样笑，那样温柔、深情、专注。如今我竟然能平静地祝福他和别的女子幸福。这个世界上是有什么东西不会改变的吗？既然走过的路无法挽回，那就放下过去，勇敢往前走吧。最重要的是挖出毒瘤，不要让它在内里发烂发臭。萧景之怔愣在当场，过了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语言。他涩声道：“这些年你过得并不开心，你从来没有说过。”他脸色茫然。刚开始的3年，我们不是很恩爱、很快乐吗？恩爱和快乐肯定是有的。那时候你心里还只有我，我又刚为你们家生了孙子出来，我心平气和地敞开心扉。不过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话到这里，我拐了个弯，我在厌恶他母亲，也没必要告诉他了。于是我道：“我不喜欢那种生活，我就是腻了、厌烦了。正好，反正你有了新欢，率先违背了你许下的诺言，我也无心和你纠缠，就此别过吧。婉瑶，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家里给你受了委屈？如果你不喜欢和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咱们带着灵儿搬出去，好吗？这样就没人管你了，你和原来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吗？你还不明白吗？”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我要离开你，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心。”他颓然地坐下，用力捶打自己的脑袋，又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腰身，祈求道：“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背叛你。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是我不需要你了。”我冷漠地说：“
你怎么可以突然说翻脸就翻脸？他仿佛还是无法相信，就像我难以想象他会变心一样。那些他在边关的黑夜，那些他和朝珠在一起的时光，他的脸上是否也因欲望而扭曲了本来的面目？他在回来之后，待在我身边时，是否也恍神地牵挂另一个女子？你可想过灵儿？他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眼中仿佛将死之人抓住了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和离，你让灵儿将来如何面对世俗质疑的目光？还有她将来去了学堂，会被其他小孩嘲笑，你不是最在乎她吗？婉瑶，为了灵儿，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长记性了，行吗？他又说道，你还记得那次我们被大雪困在山上，你很后悔，说自己不该大雪天任性。是的，那时到底还是14岁的年纪，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胡闹，但是一出了事，还可能会丢了性命。山上也漆黑一片，我自然心里十分害怕，还连累了萧景之。我为自己的鲁莽自责，默默在旁边流眼泪。他那时并未责备我，反而把我抱在怀里，细细安慰。我当时吸了吸鼻子，天真的说，如果你是爹爹或者哥哥就好了。萧景之苦笑了一下，说，小祖宗，我可不想做你爹，你就叫我哥哥吧。他比我长1岁，已经成熟稳重了许多。他那时安慰我道，人生在世，哪有不犯错的？不犯错的是圣人，咱们知错能改就好了。再说了，你下雪天想来看梅花，也是正常的事。如果我们待在书院里，就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你看来了这里，今天就过得非常浓墨重彩，一辈子都会记得。我那时呆呆地看着他，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挂上树梢，月光洒在白雪上，映衬出朦胧模糊的世界。他那张俊美的脸在月光是如此的令我着迷。我说，萧哥哥，如果将来你犯了错，我也不会责备你，反而细心安慰你，陪着你。可是他原来也说过，绝对不会负我呀，是他先失信于我的。婉瑶，世间哪对夫妻不是从年少时就磕磕绊绊，互相容忍才能相伴一生的？我们原来走山路，遇到互相扶持的老头老太太，你也心生羡慕。如果现在你离开我，我们怎么能白头到老呢？就算你遇到了新的人，你怎么保证他不会背叛你呢？你又何苦再经历一次？我不是圣人，我也会鬼迷心窍，我也会放松警惕。原来我们辅助陛下登基，总是互相扶持。你提点我应该注意谁，我告诉你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危险。你忘记了吗？为什么在我们的婚约里，你就不能多点耐心，多点忍耐呢？可是，我疑惑地说，那时候我很年轻，我只看到了那对白发夫妻相互扶持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那个老婆婆曾经受了多少委屈，流了多少眼泪，自己的孩子又被害死了几个呀？如果我知道，我怎么会羡慕那样的白头到老呢？我不需要你陪了，我也不会陪你了。所以就算我一个人走，我跌了跟头，我头破血流，我也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为了向世人展示那一瞬间的幸福，就勉强自己整个人生都活在憋闷里，不用整天知书达理，贤良淑德真好。不会，他擦了一把眼泪，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不会给你委屈受，不会纳妾，不会有别的女人。你不想和别人住，咱们单独住，你想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我摇摇头，错了，我不可能给你第2次机会。我娘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对我爹不够狠，对姨娘不够狠，所以她的一生才那么辛苦。如果她在发现了姨娘的存在时，就立刻给她灌鹤顶红或者蕨子汤，姨娘就不会生了儿子耀武扬威。如果她知道爹爹对她的爱只是谎言，她就应该要么离开，要么杀了他，她就不会落到被人抛弃的境地。如果她狠心，她有无数次机会让那些把她踩在脚下的人通通不得好死，但是她没有，所以她郁郁而终。如果不是我命大，恐怕也是一个凄惨的结局。看着她错愕的神情，我认真地说，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我父亲的事，每年去他家里，我也只是略坐一下就走。其实我恨不得杀了他们，我是不会走我娘的老路的。
我也不会把灵儿置于危险的境地。你知道小孩子感冒严重是可能的肺炎死掉的吗？你知道那天如果不是王爷赶来，就算我死，我可能也难以保护灵儿的安全吗？如果你让我回去，我可能某天半夜睡在你身边，看到你的时候会忍不住杀了你。刚开始看到你和朝珠的时候，我真想杀了你们俩。我甚至认真地思考过怎么给你们下那种无色无味的毒，先让你们身体虚弱，再半身不遂，最后受尽折磨而死。原来跟着你们踏上夺权的血腥之路。我早就知道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不过我还是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上血腥，不值得。我清清爽爽回杭州，做崔家的唯一掌权人，招个上门女婿，养几个面首，过得比谁都舒服。我外公说的对，男人都靠不住，还是亲人，银子才靠得住。你不是说夫妻之间难免犯错吗？那我问你，如果是在你出征的时候，我爱上了别人，你可会原谅我？可会劝自己宽容些，忍耐些？萧景之，不必做出这副神情。你敢和朝珠在一起，你明明有无数次机会阻止这种状况发生的，但你没有，不是因为你心理压力大，而是因为你吃准了我，吃准了我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会离开你，最多和你闹闹脾气。在最开始我不再和你说话时，你是不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应该过段时间就会接受现实，甚至还会和你大嫂、二嫂、三嫂他们取经？如何留住丈夫的心，想起来有些可笑。人性就是如此的得寸进尺，毫无廉耻之心，欲望一定会无限膨胀，无限的试探底线，试探那笼子的宽容度。我真的笑了，笑的眼泪都出来了。不过不怪你有这种想法，就和你心里掩藏不住、无法约束的欲望一样，我心里那渴望逃离你们家的小兽也在不断滋养、长大。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年少时相爱，过了几年，也是如此默契的要被约，就是不知少年时的林婉瑶和萧景之看到如今这般模样的我们，会作何感想？哈哈哈！夫婿轻薄，新人美如玉，合婚上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好诗，好诗！世间的道理早就被前辈先贤总结归纳，我们这些后辈偏生要觉得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一个。今日之罪过，全是我咎由自取。哈哈哈！萧景之看我疯疯癫癫的样子，颓然地后退了一步。我本以为周鸿祎会在宴请群臣后宣我们觐见，谈谈休妻的事，没想到太监居然称他酒后身体不适，今日之事改日再谈。一个是为他立下大功的将军，一个只不过是有救命之恩的旧人，孰轻孰重？看来他分得一目了然。也罢，本想拿着休书一身自在，再也不要和将军府有瓜葛。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我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日后恣意行事，若对他们名声有损，也是他们自找的。周鸿祎抱着灵儿来找我时，我正坐在榻边，怡然自得喝着水。他呢，走了。周鸿祎沉默道：“还未吃饭吧？先回府，让厨房做点你爱吃。那让他们做点烤肉来吃。大冬天的，一边吃肉，一边喝烧酒，最是舒服。”想起烤肉香味，我兴冲冲地道：“快走，快走！”灵儿摸摸自己的肚子，十分委屈地说：“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么多了。”晚上，我不仅喝了几壶烧酒，拉着周鸿祎诉说了我那悲惨的婚姻，还痛哭失声，觉得自己几年的青春时光白搭了，受的委屈白受了。灵儿抱着我，和我一起痛哭，我忙安慰她：“儿子，幸好你不是女儿身啊，为娘将来也不用担心你受婆家的气。”周鸿祎有点无语，从我手里把酒壶拿下：“少喝点，你吓着灵儿了。本少爷现在自由了。”我放开灵儿，站在榻上，睥睨着他们，打了个酒嗝道：“我林婉瑶，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不会为了谁而委曲求全。”周鸿祎伸着手，防止我栽倒，有点无奈地说：“早知道你不会喝酒，就不让你喝了。
我趴地挥开他的手，指着他道：“敢对小爷指手画脚，小心小爷我揍你！”我又吓了他，指着他道：“你去给爷拿笔墨纸砚来，谁说只能男子休女子的？本姑奶奶今日就修书一封，休了那个王八羔子负心汉。”说着说着，我又开始抹眼泪，道：“明明当初言笑晏晏，是他亲口承诺绝不负我，如今却落得惨淡收场。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瞪着他，还不快去给我拿笔墨纸砚。第二日，我头痛欲裂地醒来，灵儿还睡在我身边，脸蛋绯红。我揉了揉头，难受得要死，心想再也不喝那么多了。门被敲了敲，我扬声道：“请进。”周红珍单手托着2只碗进来，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道：“女侠醒了。”女侠，我一脸问号。她揶揄道：“昨日之事不记得了。”记忆猛地回笼，我昨日好像写了封休书，字迹飞扬跋扈，措辞言简意赅，上面的内容：今服萧景之，不守夫德，背信弃义，无休之。我捂住了头，那信呢？我的声音闷闷地传出来：“你昨晚大锤将军府门，一支利箭穿信钉在了他的门上啊。”他说的十分叹服的样子。哦，你左手不方便，还是我帮你拉的弓？我抬起手打断他：“不必再说我们共乘一骑的事，他为什么不阻止我？对了，你昨晚还说本王长得不错，要带本王回江南。”我立刻跪在床上，认认真真道：“王爷，看在灵儿的面子上，能别笑话我了吗？”哈哈，他放声大笑，是我从未见过的恣意张扬。周弘真城府极深，我刚认识他时，他整日殚精竭虑，和周弘一谋划皇位的事，每每看人，眼神锐利，总是一副要洞穿人心的样子。我每次见他，都恨不得绕道走。后来他们终于得手，他只想做闲散王爷，身上的戾气倒是散了些，只不过上位者长年累月的威严，却是让人不寒而栗。看着他这么开怀的样子，我也忍不住勾了勾唇角。说到底，大家可能在外面都是戴面具，真实的内在恐怕都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孩子。旁边的被子动了动，灵儿搓着眼睛起来，看了眼我，又闭着眼睛张开手要我抱。我还没来得及伸手，一双长臂已经先我一步，把灵儿抱了起来。灵儿穿着月白色的小睡衣，软软的趴周红针肩膀上，还半眯着眼睛，任由周红珍拿了下人递的热毛巾给她擦脸。周红珍见我呆呆站在那里，笑着道：“女侠，你不会也想要本王给你擦脸吧？”我脸一红，赶紧遁到屏风后面洗漱去了。我昨晚闹得太厉害，身上衣服都没换就睡了，真是自由。吃早饭的时候，周红珍还在喂灵儿蜂蜜水，又冲我抬抬下巴，示意我喝。我道：“灵儿不喜蜂蜜，她昨晚也喝了酒，不喝要吵着头疼。”我惊愕地瞪大眼睛。周红珍敲了敲灵儿的额头，无奈道：“就是你非要我去拿笔墨纸砚，结果你又醉得厉害，她偷偷喝的。”我还吓一跳，怎么一回来就见2个傻瓜一起冲我傻笑。一顿饭在我和灵儿的垂头丧气中吃完。前段日子养伤，整日都不太提得起精神，现如今已经是新年过后，没了往常的繁文缛节，也不必去和各个府邸请客做客应酬，时间一下子多了许多，总待在王府也不是个事。灵儿正戴着她的狼帽子、狼手套，兴冲冲地堆雪人。完了会，她犹犹豫豫地走到周红珍跟前，瞟了周红珍一眼，垂着脑袋，可怜兮兮地问：“师傅，灵儿昨夜饮酒，今日头还有些晕沉，不知可否请假休息1日，明日再写课业？”周红珍放下手中的笔，朝我看来。此时她正坐在书桌后处理函件，而我窝在榻边，就着窗户的光，看着画本子。本来灵儿先拉我来书房的，周红珍后来也来了，我又不好见到她，就跟避瘟神一样，只能装无所谓的懒着了。我略微把书抬高了一点，试图遮住我的脸。慈母多半啊，况且我在白鹿书院读书时，
也是经常装病逃课，课业也是大部分让萧景之帮我写的。想起萧景之，我眼神又暗了下来。我们之间那浓墨重彩的几年，有朝夕相伴的温馨甜蜜，同进同出，喝酒吃肉，捉弄同学，一起纵马踏青，赏花看月。辅佐周鸿祎登基时，多少波诡云谲，阴谋诡计，明枪暗箭，不是我们一一扶持着走过来的，现在竟然落得连陌生人都不如了。娘亲，眼前是灵儿放大的浴血可爱的脸，她爬了上来，打断我的思绪，抱着我的脖子，试图用她的可爱攻陷我。娘亲，师傅说，如果你同意，今日我不写课业，我就可以继续玩。我扶额，艰难地说，那你去玩吧，明天把这2天的课业一起补了。哇，谢谢娘亲。她狠狠亲了我一口，欢呼一声，又飞快地下了榻，跑去玩了。王爷，我放下画本子，看着他道，打算过了元宵之后便启程回杭州。我早在之前便给外公送了书信，来接我和灵儿的人应该过几日便能到京城。他执笔的手白皙修长，闻言愣了下，随即若无其事道，安全如何保障？我把外公派人来接的事说了。他拧眉道，不够妥当，如果对方真有心害你，不是几个江湖中人便能解决的，总不能怕这怕那，一辈子躲在王府里吧。而且那群黑衣人未必是冲着我来的，冲着萧景之和朝珠的可能性更大。似乎看出我心中所想，他道，正好节后我也要为陛下去一趟江南，督办疏浚运河的任务，到时你与灵儿随我一起，也能有个照应。我心里一喜，这自然是最妥当的法子，多谢王爷。夜里，灵儿睡下之后，我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不知该如何下笔。算了，既然已经彻底断了，前尘往事随烟，也无所谓告别了。过了几日，萧景之又来了王府。周鸿祎道，你见是不见？还有几日，我便要带着灵儿回杭州，恐怕此生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想起那夜月光下对我无限包容且爱护的少年，我道，见。他依然很憔悴的样子，但已经十分平静。他扫了眼屋内的装饰，坐在了桌边。我倒了杯水，推给他道，那夜我喝了点酒，不好意思啊。他摇摇头道，我已经另外置办了宅子，也和家里说了要搬出去的事。我道，我在你府里的嫁妆，福记当铺的掌柜会来帮我搬走。他道，如果我以后出征，都带你一起去。我道，我和灵儿准备元宵过后就走。他想拉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涩声道，你说什么？元宵后我们就走，别那么决绝，行吗？萧景之捂住脸，为什么你性格总是这么强硬？你有什么要求？你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只要你别离开我。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你又是要和我说这些陈词滥调，那就赶紧走。我不耐烦地说，我本来想好好和你告别的，既然你不愿意接受现实，那就立刻离开。他愣了下，不可置信地说，林婉瑶，这些年我对你无微不至，我现在就是犯了这个错，你就要这么决绝吗？你看看这京城里，谁不是三妻四妾？哪家夫人会像你这样？他放软了声音，我以后加倍对你好，弥补我的过错，行吗？他又道，对了，大嫂这次也来看你了，你跟在她身边的小厮眼尖的去了。没一会儿，大嫂便进来了。在萧家，婆婆强势精明，喜欢给儿媳妇们立规矩，大嫂闷声不吭，但心地比较好，人也比较老实。二嫂和三嫂那简直是心眼子比马蜂窝还多点。我和他们平日里除了去婆婆那里请安，不怎么往来。不过萧景之出征后，灵儿生病时，大嫂经验比较丰富，常常跑来和我一起照顾灵儿。大嫂长得略微圆润，见到我，眼眶先是红了，第一句话竟然是，婉瑶，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扑哧一笑。大嫂讪讪道，往常他们几人聊天，还有你陪我当闷声子，现在你走了，他住了口，道，你这是何必呢？哪个男人不偷腥？景之现在也不娶那个蒙古女了，你闹一闹，让他知道厉害，以后不敢了就是。
你真忍心把你的将军夫人的位置让出来啊？便宜了外面那些小浪蹄子。再说了，好不容易自己调教出来的夫君，你就这么拱手让人，他倒是成长了，可惜以后只对别人好了，你不觉得心里怄气啊？大嫂，这些年谢谢你的照顾，其他我不会改变心意的。看我油盐不进的样子，大嫂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没想到你平日里闷声不吭的，心里主意这么大。他悠悠叹了口气，道：有你外公给你撑腰就是好啊。你看我，别说自己提了，就是你大哥赶我走，我也不走，我能去哪里？孩子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带走，娘家肯定是我为耻辱，觉得我丢了人，将来那些妹妹、侄女怎么嫁人，弟弟、侄子怎么娶妻？我真羡慕你这不管不顾的底气。大嫂出去的时候，萧景之期待地迎上来，看着他，大嫂叹了口气，摇摇头：你真要这般？真的，灵儿你别想带走，他是我萧景之的儿子。我赞赏地看着他，他在战场上应该就是这样，有雷霆万钧之势，给人一种泰山倾倒般的压迫感。我会求陛下下旨，准许我养他到成年，再归还萧家。我缓缓道：他还太小，需要母亲，那你就别走。如果你想自己带着他住，我置办的宅子已经收拾妥当，你们随时可以搬进去。婉瑶，你想怎样，我都依你。和离没门，你爱离不离，丢了人，你自己的事。灵儿从外面飞奔进来，她在萧家时可不敢这么上蹿下跳，萧家最讲究的是稳重体面。萧景之见到她，立马把她抱起，对我道：儿子，我先带回去，等你想清楚了，我再来接你。我愤怒地拍了下桌子，你要和我抢儿子，是你逼我的。他眼睛通红，我容忍你在一个野男人家里住了这么久，够意思了吧？你还要我怎样？灵儿被吓得哇哇大哭，拼命捶他：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是大坏蛋！师傅，救我！萧景之真的恼了，大声道：我才是你爹，你个吃里扒外的兔崽子！灵儿哇哇大哭，我想过去把她抱下来，萧景之一把握住我的手，拉着我就要走。论武功，我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将军，放开小姐！王大沉沉的声音响起，他的脸依旧面无表情。主人家的事，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地儿。王大不动如山，依旧道：放开小姐，还有小少爷，我今天一定要带他们走呢。王大拿出了他那把大刀，道：先问过我的刀同不同意？萧景之盯着王大，王大漠然地看着他，我赶紧把灵儿从他手里抢了过来。灵儿一抽一抽地哭着，死死抱着我脖子。周鸿祎匆匆进来，一看我们这架势，冷笑道：萧将军一回来，你妻儿的眼泪可是没少流。我冷着脸道：景之，我们少年相识，两情相悦才成婚，如今既然你我没了缘分，我也希望不要闹得太难看。撕破脸这种事我不会做，也请你不要逼我。他脸色阴沉难看，咬着牙道：你究竟要我如何才能原谅我？拿不到休书，那就拿不到吧。他爱娶几个就娶几个，我也全当我是自由身好了。本以为萧景之受了气，应当不会再来了，没想到第二日，他便拉着马车在王府门口，从清晨到黄昏，从黄昏到夜半。王府的管家擦着额头的汗水，不断向周鸿祎禀告：王爷，围观的人很多，恐怕明日城中就会传遍。老管家看了我和灵儿一眼，意思不言而喻，京城将会传出堂堂王爷和有妇之妇勾搭在一起，人家丈夫来接还不放人，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他人之妻是什么？再者，萧景之是大周的英雄，而周鸿祎是大周的王爷，在如此身份背景下，更加显得周鸿祎仗势欺人。夜半三更，我坐在烛火面前，灵儿在被子里睡得酣甜，我无声地叹了口气。这么多年夫妻，原来我们真的不了解对方。我以为他不会变心，他以为我一向心软，所以我们都错过了对方，反而把事情闹得这么僵。恐怕明日就会有御史开始弹劾周鸿祎了。推开窗户，外面又开始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屋檐下的灯光隐隐绰绰，院子里有一个人影正在无声地看着我。
他看着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不心痛的，一颗真心错付。几年时光如流水飘零，我对他建立的信任，是我对人生幸福的一种期许。萧景之对我而言，不仅是我的心爱之人，也是我的同窗、兄长、玩伴，跟在外公身边，他待我极好。可是我没法和外公诉说心事，我也不能事事依赖他。在他严厉的目光中，我只能成长，可以混账，但是绝对要手段强硬，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中才能活下去。可是萧景之不同，他会陪我练剑，假装输给我，会帮我抄写作业，我撒娇，他哄我，我胡作非为，他二话不说陪我。我有好多好多话，好多好多事，都想和他说。我一直在等着他回来，我想和他聊灵儿小时候的趣事，想和他相拥在暗夜，温暖彼此。我想和他看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我想和他朝朝暮暮。可是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在搂着别的女子诉说情思。婉瑶，我知错了，原谅我一次好吗？不知何时，他已经极轻地来到窗前，我们一人在窗内，一人在窗外，如同原来的很多时候。我在窗内看画本子，他折了冬天的第一枝梅花，隔着窗户递进来，上面还沾着白雪，好像他在屋内做2人份作业。我玩够了，满身是泥出现在窗前吓唬他，他总是刮我鼻子一下。那些时光都是我们给彼此的爱啊！如果我吸了吸鼻子，半夜总是让人更容易心生脆弱。如果我们只是父母之命，毫不相识便成婚，我会原谅你。但是你打碎了我给你的爱，还有信任，我不会再和你回去了。想起以往种种，我悲伤地看着他，萧哥哥，我们都长大了，再也回不去白鹿书院的时候了。他的身体摇摇欲坠，你回去吧，灵儿我会带走。婉瑶，他阻止我关窗户的手，别这样，你是不是气我和朝珠的事？你报复回来，行吗？我知道周鸿祎喜欢你，等了那么多年，不就是盼着我们今天吗？你去找他，报复回来，我们再好好回家过日子，行吗？婉瑶，他们都是我们的过客，只是短暂出现一下，够了。我怒道，你别侮辱王爷，难道不是吗？萧景之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你这么笃定地离开我，不就是看出他为了你守了这么多年，发现他更好了，所以才非要离开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当年要不是我先遇到你，你早就和他在一起了吧？还有我向你求亲时，你的犹豫里敢说没有半点他的原因。还有灵儿，他为什么对一个外人比对我这个父亲还亲？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经常带着灵儿和他私会？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竟然怀疑我？这么多年，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真觉得悲哀，原来他一直不信任我。不是，萧景之看出我的愤怒，苍白地解释道，婉瑶，我相信你，但是你别轻易相信别人好吗？你先跟我回去，以后要打要骂随便你，永不可能。我啪的一声把窗户关了。他低声道，我没有对他动过心，我只爱你。婉瑶，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他在雪地里跪了一夜，我在窗边坐了一晚上，年少情深，比不上一时的刺激。第二日，我和灵儿正在吃早饭，周鸿祎进来了，他要带我们立刻走，行李已经搬上了马车。我震惊了半刻，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留在京城。陛下不愿意让萧景之休我，而我不愿意回去，僵持之下只会惹来更多的笑话。那你的公务？他笑得肆意，颇有要舍弃朝堂，从此只做侠客的逍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闲散王爷，朝廷有我没我差不多，为皇兄殚精竭虑这么多年，我早就想歇着了。萧景之因为体力不支，早就晕了过去。他多日未曾休息好，又在大雪中熬了一天一夜。早上仆人发现他晕倒在了院子里，急忙送回了将军府，出行意外顺利。我胆战心惊地担心萧家会来抢灵儿，事实证明我想多了。我走了，萧家会有新的媳妇，也会有新的孩子。周鸿祎骑着马跟在我和灵儿的马车旁，
灵儿一直在动来动去，隔一会儿就掀开车窗帘，可怜兮兮地说：师傅，灵儿也想骑马，不行。周鸿祎难得对他严肃了起来，路上冷，如果灵儿感冒了，你娘亲会心疼。周鸿祎此行完全不像是突然决定离开，更像是谋划已久。除了一应行李，他甚至还带了一名太医在身边。赶路5、6日后，灵儿的笑脸也不禁有些发白。车上颠簸，赶路的吃食自然没有府里那么精细，他有些难受也正常。我们在茶铺休息的时候又遇刺了，对方10几个人，但是放了烟幕弹，场面非常混乱。一支利箭破空而来，我抱着灵儿滚到一边，才堪堪躲开。许是烟幕弹影响了视线，对方没再射箭，而是足尖轻点，招招狠辣地朝我袭来。打斗间，对方冷哼道：林婉瑶，只有你死了，萧景之才会死心塌地地娶我。是朝珠，上次也是你。我问道。自然。我退了开来。我身后的王大立马招招致命地攻击朝珠，他明显落了下风，不可思议道：一个马夫会武功？王大不说废话，很快朝珠就被他一脚踢中胸口，重重跌落在地上，吐了一口鲜血，他面上的黑筋坠落，脸色苍白。此时烟雾散尽，朝珠带来的其他蒙面人均死在了侍卫的手下。周鸿祎来到我身边，声音充满了冰冷的杀气，道：终于把他引出来了，现在立刻杀了他，以绝后患。朝珠看着我们，惊恐地往后退。别，你们不能杀我，我是蒙古公主，我关系到2国邦交，你们杀了我，边境再起战火，你们就是罪人。周鸿祎冷笑：蒙古不敌大周，所以投诚。休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你们不是大周的对手。难道你真以为是你和萧将军的狗屁爱情？再说了，蒙古公主10几个，没准你那些姐妹还巴不得你死了，好来顶替你。此时萧景之也快马加鞭赶了过来，看了地上的情形，他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萧景之不可置信道：为何要害我妻儿？朝珠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景之，救我，他们要杀我，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的妻儿？他还是那句话，我不杀他们，你整日就想着把他们接回来。我为了你背井离乡，你现在说不娶我就不娶我，你让我怎么办？谁挡了我的路，我就杀谁。萧景之对他满是失望的神色，他道：你蛇蝎心肠，大周段不能容忍你，我会禀告陛下，把你遣送回蒙古。周鸿祎冷笑一声道：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将军在战场上也是这般菩萨心肠。萧景之脸色不好看，对周鸿祎连表面的恭敬都懒得做，只冷淡道：王爷，他已经重伤，侍卫均已被杀，如同废物一般，毕竟是蒙古的公主，本王可不管她是不是公主。周鸿祎冷笑一声，他一步一步走到朝珠面前。朝珠退无可退，手里的剑寒光毕现。周鸿祎一向杀伐果断，在夺取皇权的路上，他便是站在了死人堆上，迎接了属于他和他兄长的胜利。他不是心慈手软的人。我按住他的手，道：王爷，别。他侧头疑惑地看着我。朝珠此时也停止了哭声，眼睛迸发出希望。我把灵儿给他，道：儿子，把眼睛闭起来。灵儿趴在周鸿祎脖子里，我接过他手里的剑，在众人未来得及反应前，直直将剑身没入了他的胸口。朝珠嘴角慢慢沁出了鲜血，他看了看自己的胸口，又看了看我，手指想抬起，终究无力地垂了下去。我抽出剑，鲜血喷涌而出，他栽倒在地上。王大去探他颈间的脉搏，半晌对我摇摇头：朝珠死了，我亲手杀了他，我不会妇人之仁，纵容一支利剑隐藏在暗处，威胁我和灵儿的安全。周鸿祎当然可以代劳，但是我不能永远依靠别人。萧景之仿佛被震撼到了，良久，他说：我一直在保护你，不让你的双手沾上鲜血，所以我以后都不用你保护了。灵儿被吓到了，周鸿祎抱着她轻轻地哄。我和萧景之看着他们俩在马车旁边转来转去。萧景之苦涩道：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你们两个很像，那时我很惶恐，
害怕你被他抢走，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我们清白得很，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我有点恼怒，周鸿祎对我们母子帮助甚多，不该被人泼脏水。再说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他脸上露出有点受伤的神情，因为我们之间从来都是爱意缱绻，哪里会料到今日的相看生厌？他欲言又止，可我已经和他无话可说。他上马之前道：“婉瑶，可以再抱你一下吗？”我想起他在书房和朝珠拥吻，摇了摇头，他无力地垂下了手臂。萧景之走了，灵儿趴在周鸿祎怀里，偷偷看了他一眼，泪珠子就掉了下来。他如何能不爱一个受世人敬仰的父亲？在路上的时候，我听到灵儿对周鸿祎悄悄道：“师傅，那日爹爹把我留在练武场，朝珠就来找过灵儿，说他腹中已经有了爹爹的孩子，还说会把娘亲和灵儿赶出府里。”周鸿祎心疼地抱着他：“师傅这里永远不会有别的女人会说出这种话。”灵儿还是有点闷闷不乐，赶了近1个月的路，才到了杭州。外公见到我们，高兴得老泪纵横。周鸿祎对外声称自己是个商人，和我是故交，所以一路护送我南下。外公自然对他非常感激，不过也笑呵呵地把他送出了府，还对我道：“即使再嫁，也该是招婿，可别从一个宅门里出来。”又进了另一处，周鸿祎在崔家隔壁买了宅子，住了下来。灵儿每日还是去上学，后来为了方便，直接将2家的院墙中间砸开，建了一扇门，倒也方便灵儿到处乱窜。我开始学着接手外公的生意，对外也做男子打扮，忙得脚不沾地。冬去春来，我们回来了快3个月，灵儿已经把杭州的大街小巷玩了个遍，而且她6岁了，到了一个狗都嫌的年纪，整日不是把衣服弄脏回来，就是抱着一堆不知在那个角落搜罗的流浪猫狗回来，而且常常和住得近的那些小孩玩得忘记归家，吃饭都3催4请。说他又乖巧的不行，口口声声认错，但是转头就再犯，说多了他还垮着脸，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觉得大人不爱他了。整个屋子里，书房、厨房、花园都是他造孽的地儿。他和那些刚结交的玩伴还跑去茶楼听书，然后在巷子里焚香跪拜，歃血为盟。现在他就街边玩，王大跟柱子似的，抱着剑站在远处。灵儿身上早上出门还崭新的衣服，现在已经看不出本来的花色了，头发上还粘着一片树叶。我一言难尽地看着周鸿祎道：“周公子，你到底是怎么教他的？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周鸿祎忙完了公务，转到崔家的店铺，正好我在那里查账，他便和我一起回来。他握住拳头，心虚地咳嗽了2声，道：“你不觉得他如今这样，和你当初第一次见到我时很像吗？”他的一句话把我拉回了遥远的过去。我和周鸿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春日，天气很好，白鹿书院山下成片的油菜花开得热烈，蝴蝶翻飞，煞是美丽。因为我上课打了个瞌睡，被夫子罚下山挑水，书院的小黄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到了油菜花地，小黄开心地去扑蝴蝶，那傻样直接把我逗乐了。本来被夫子罚了，心情不美丽，现在看狗都如此开心，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我立刻把水桶放一边，和小黄一起扑起了蝴蝶。扑蝴蝶真的很快乐，结果我扑得太兴起，没注意脚下，一脚踩空，跌落到了梯田形状的下面一块地里。幸好土地柔软，我也没受伤，就是摔得有点狼狈。小黄看着我汪汪叫，似乎在嘲笑我。我没好气道：“都怪你这只傻狗，不是你非要扑蝴蝶，我能摔下来吗？”小黄冲我叫得更欢，还围着自己的尾巴疯狂打转，然后华丽丽地按照我的路线滚了下来，压在我身上。哎呦，你这傻狗，以后叫你傻小黄好了。我气呼呼地说。噗！上面一个锦衣公子看着我们笑出了声音，我自觉丢脸。他问路时，我便特意指了一条相反的路，让他多绕路了半个时辰。这便是我和周鸿祎的第一次见面。后来他看我总是阴恻恻的，又觉得我在他哥哥身边，常常引得他哥哥玩物丧志，因此更加对我没有好脸色。
过了这么多年，周鸿祎坐上皇位，自然不可能像当年那么亲近。萧景之成了名震大周的大将军，而我和他再也回不到当年的年少情深。想不到的是，当年他是最看不惯我的周鸿祎，竟然成了离我最近的人，也是帮助我最多的人。命运实在是令人捉摸不透。我笑了下，说：当年你这么讨厌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第一次骗了你？想着那时候的年少天真，无忧无虑，我不禁露出了无限怀恋的神色。周鸿祎眉眼弯弯，笑意从他眼里慢慢渗露出来，道：我哪是那么小气的人？我还想问。一只黑不溜秋的小手掀开马车帘子，露出灵儿那张花猫一般的脸。他稚气的声音恭敬地对我道：娘亲，孩儿今日要宴请宾客，还请娘亲为我置办一桌酒席，是要强行长大的样子哦。我起身下车，问道：你要宴请何人？可有人数？在灵儿身后站着10来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孩，有的大点，有的小点，都睁着天真无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眼中有期待。就是这么多人，12个。他又强调，都是我的兄弟。好的，娘亲这就去准备。可有别的特别想吃的？我很好说话，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我提出这种要求。灵儿的花猫脸看起来红扑扑的，他道：就把我爱吃的都来一份吧。彩月扑哧笑了一声：少爷，你爱吃的还真的有点多呢，一桌可能摆不下。彩月姑姑，灵儿有点恼了，不过还是正经的大人模样，对我行了一礼：多谢娘亲，孩儿先带众兄弟去师傅那里请安，再回家吃席。10来个小孩浩浩荡荡地走了，其中有几个围着灵儿道：萧天林，你行啊，居然没被你娘打屁股。上次我这么和我娘说话，她二话不说，抄起一根竹条就问我作业写完没，我屁股现在都痛。另外几个小孩附和了起来。灵儿强忍得意，正经道：我娘从不打我，因为我是个大人。这句话再次令那群小不点对他更加肃然起敬。周鸿祎下了车，站在我旁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道：原来倒是拘着他了，幸好拘着了，不然现在能翻天。我有点没好气道：周公子，他现在要去给你请安了，你还不快回去？周鸿祎：自然，少不得还得向我这个师傅介绍他的兄弟们。说着，我俩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灵儿生日那一天，他的兄弟们自然又来府里大吃大喝了一顿。他们在灵儿的院子里吃吃喝喝，我和外公还有周鸿祎在饭厅吃饭。中途，丫鬟犹犹豫豫地过来，对我道：小姐，小少爷问能不能给他们上一坛子酒，你告诉他，要是敢喝酒，罚禁闭3天。是。丫鬟松了口气，赶紧跑了。外公对我和周鸿祎道：天林马上就到6岁了，我看王爷公务也繁忙，不如将他送到书院去，也好学规矩。外公已经知道了周鸿祎是王爷。周鸿祎现在在监督河道的疏通和筑堤坝，防止夏季洪水泛滥，这项工程颇费功夫。有时灵儿在他那边玩到晚了，我去接人，总是看到他正在案头翻看旧籍，旁边垒着高高的书籍。灵儿则有时趴在榻边睡得正香，有时也拿着书本，小大人似的端正坐着阅读。周鸿祎道：我也正有此意。而且说着，他看了我一眼，又继续道：我不日将前往扬州监督河道的施工，我可能得离开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猛地涌起一阵失落，不过又立刻被我压了下去。下午，周鸿祎的老管家叫我过去，说他有事找我。我过去的时候，下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在书房往箱子里装着书。见我进来，他指着旁边2个侍卫道：他们2人武功高强，留下来保护你和灵儿。我点点头，坐在那里看着他收拾，我心里猛然涌起强烈的不舍。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见到他，有时是早上出门时，他的马车刚好经过，他会撩起窗帘对我说好早，或者傍晚回家，他的车马刚好到了门口，我总是能侧头看到他，他也安静地看着我，然后我们互相笑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各自回府。有时是他忙完了来铺子里，
和我结伴回府。要是早上和晚上都没见到他，就是他忙得脚不沾地，天蒙蒙亮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灵儿照例是每日去请安的。如果周鸿祎回来的太晚，灵儿等着睡着了，我又要去接回来，总是能看到他。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你去多久呀？我轻轻地问。少则1个月，多则3个月。他抬起头，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在他脸上，有种温柔的感觉。他现在很少冷着脸，不像高高在上的王爷，倒像是一介书生。他盯着我看，我不自在地撇开眼睛，看着桌上的釉色茶杯。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屋内就剩我们2个人。他靠我很近，我往后靠了一点，他停住脚步，怎么一副像是小狗被抛弃的表情？他轻声问。我突然有些慌张，好像少女的窘迫感瞬间击中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师傅，灵儿的叫声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我赶忙往旁边躲了下。周鸿祎微微叹了口气，转身就把灵儿抱起，举高，道：“6岁了，重了不少。”灵儿得意地拍拍肚皮，问：“师傅，外公说你要去扬州，那带灵儿和娘亲一起去吗？”这傻小子，周鸿祎要是去哪里都带着我们，那我们成什么了？师傅，你带我去吧，灵儿可以给你磨墨，可以陪你吃饭喝茶。他抱着灵儿，转头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娘亲同意去，那你就去。”因为他这句话，灵儿一直到睡觉前都在求我。我看着他安静的睡颜，叹了口气。彩月低声道：“既然小姐舍不得王爷，为何不跟着去扬州？反正老爷在扬州的铺子，也该去查账了。”我笑看了他一眼，道：“是你舍不得赵瑞吧？”赵瑞是周鸿祎身边的一个侍卫。彩月整日往王府跑，变着花样给人送吃的、喝的、穿的，每次脸上都跟抹了一斤蜜一样甜。彩月红了脸，娇嗔一声：“小姐惯会打趣我。”周鸿祎走了半个月，傍晚，我下了马车，跨过门槛时，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我侧头看向旁边，夕阳西下，杨柳依依。小姐，怎么了？彩月问道。我摇摇头，其实我只是突然想，以往或许这个时候能见周鸿祎一面，今天如果也能见他一面就好了。我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见一面而已。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竟然回到了白鹿书院，我们正在偷着喝酒。那是我15岁，周鸿祎2兄弟要回京了，外公不同意我去京城。临别前，我们大醉了一场。后来我真的醉了，整个天地都在我眼前旋转。萧景之送我回房，我晕得厉害，但是意识却还有。我迷糊地躺在床上，赶着睡着了。又有人隔着蚊帐站在我床边。过了半晌，他坐了下来，拉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温暖细腻，手掌心有薄茧，不是萧景之的手。我要走了，他说。我心里一惊，察觉是在做梦，这次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母妃早就去世，我也没有妻儿，即使失败了，我也无牵无挂。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可是在梦里，我心想，这是什么梦啊？怎么这么真实啊？我居然还梦到了周鸿祎，他可是一直看我不顺眼啊，你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真的很令人不爽。他有些恶狠狠地说，好像别人活得那么辛苦，就是个笑话一样，可能觉得隔着床帘说话不方便。他掀开床帘，然后看着我，我也迷蒙着眼睛看着他。他一时被吓了一跳。你醒了？你怎么来我梦里了？周鸿祎，梦？对呀，不是梦。难道你还真的出现在我房间吗？小心我揍你。想了想，我又委屈道，可惜我打不过你。为什么？练剑的时候你不能让我呢？他失笑片刻，捏了捏我的脸。我不满地看着他，你在梦里还是一样讨厌，我早就想捏你了。每次你做错事，就这么一副无辜的表情，下次又接着犯，我就想捏你的脸。我抓住他的手，握在手里，你的手好舒服，我仿佛找到了玩具，细细抚摸，把玩他的手，指节白皙修长，比我的手大了1倍。还是那么傻，他看着我，眼里好像有无尽的悲伤。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你会不会
喜欢的是我。我看着他，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般，对我道：我这一去，不知凶吉。有些话，如果我现在不说，恐怕只能永远深埋在心底了。林婉瑶，自从知道我的真名后，他总是叫我全名，只有他一个人会叫我全名。我原来觉得他和我生疏，现在觉得他这么叫我，竟然有种别人没有的温柔在。我喜欢你，他认真地看着我，你就当这是一个梦，在梦里，我不想压抑我自己。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上了你。我知道你是女孩，看起来娇娇嫩嫩的，傻乎乎的，只可惜你已经遇到了别人。他仿佛很悲伤。我虽然觉得他是个讨厌鬼，整日只知道板着个脸，但他实实在在也是个好人。有一次我们几个单枪匹马去会山上的土匪头子，他甚至能不顾自己安危帮我挡箭。我摇了摇他的手，道：你别伤心。他盯着我问：如果没有萧景之，你会喜欢我吗？我脑袋是一片浆糊，根本无法思考，只能傻傻地看着他。我们对视了半天，他的眼睛是桃花眼，因为喝了酒，氤氲着一抹水色，看起来潋滟艳丽。你长得好好看，你喜欢吗？不知道。他似乎是很失望，为了让美人开心，于是我道：如果我喜欢，你就开心了。他嗯了一声，我说：那我喜欢，你开心点儿。他笑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笑过，仿佛春花盛开，恍惚了人间光景。我也跟着他笑了一下。如果没有萧景之，我就娶你，或者如果你不嫁他了，我就娶你。我说好。早上醒来时，我坐在床上发呆，遗忘在角落里的回忆突然席卷而来。醉酒那天的事不是梦，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当时我醒来以后，总觉得不可思议，便想着是酒后的幻觉，还为自己自作多情。一想了周鸿祎喜欢我而羞愧不已，更怕被萧景之知道。后来我说服了外公，跟着他们一起回京城，也躲着周鸿祎，而他也不曾对我有什么好脸色。至此，我更加相信那只是梦。后来我和萧景之准备成婚前几日，周鸿祎又大醉着半夜翻进了我房里。我当时吓得要死，他已经醉得厉害，我不敢叫人，不然我和他的名声就毁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腕，问我有多喜欢萧景之。说实话，我差点以为他对萧景之断袖情深了，所以我很凶地说：你不会也喜欢他吧？我告诉你，他可是我的。他眼睛里布满了血红色，就那么定定地看着，身上混杂着酒气和他本来的香气。我一时间只觉得脸绯红，呼吸也不稳，色厉内荏地问：你到底想干嘛呀？我都要成婚了，还让我不得安生，再讨厌我也用不着这样吧。说你蠢，你还真的蠢。他轻声道：你看看你奶凶奶凶的样子，去了将军府还不被欺负死。哼，我知道不能和醉鬼讲道理，还是颇为不满。谁敢欺负我，姑奶奶把他揍趴下。他笑得胸腔震动，又站立不稳，竟然弓着身体，脑袋靠在了我肩膀上。他嘲笑我道：连被山长的女儿欺负，你都只能偷偷藏起来抹眼泪，你也就有点本事欺负我。我一边用力想要撑住他，一边急了：胡说，山长的女儿又没有恶意，而且她又不会武功，我要是打她，算什么英雄好汉？他抬眼看我，眼睛里水光闪动，眼角眉梢泛着艳丽的红。以后你被欺负了，就来找我，我帮你打他们。我不做英雄好汉。他轻声说，眼里有万分不舍。我翻了个白眼，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其实我心里还是感动的，我和他认识2年，同生共死的交情了。他看着人冷，嘴巴毒，其实什么事找他，他都会立刻帮我解决。我们一起坐在我床边的脚踏前，他低声对我说，他和周鸿祎小时候从小死了母妃，是如何爹不疼娘不爱，领养他们的德妃娘娘是如何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又讲了很多辛酸和隐忍。我被他勾起了心事，也哭着和他说我爹的薄幸，我娘的去世，姨娘的苛待，还有我对嫁进萧家的担忧和恐惧。我第一次感觉我们是真的朋友，我们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哭得仿佛受到了全世界的委屈。末了，
他擦了擦眼泪，又给我擦眼泪，低声说：“别哭，以后不会有人能欺负你。”我也给带着哭腔说：“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会再被人欺负了。”我哭的脑袋有点晕，靠着床沿什么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只记得他后来又说，这辈子都活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其实很想宝马配剑，快意江湖。小姐，不好了！彩月急急忙忙推门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王爷出事了！”什么？我一边翻身起来，一边急急忙忙穿衣服。彩月哭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禀告的人说，王爷不知道怎么掉进了一处很是湍急的水流中，被冲走了。”我感觉耳朵嗡嗡的响，大脑仿佛屏蔽了一切声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慌。急忙和外公说了一声，我便带着人去了扬州。灵儿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无声地掉眼泪。见我看着她，她抹了一把泪：“娘，你去吧，把师傅带回来。”我点点头。周红珍留下的侍卫被我留在了灵儿身边。王大和我骑快马赶去了扬州。到下午的时候，终于到了，巡抚也已经急急忙忙赶了过来。他脸色发白，小心地和我解释情况。周红珍是昨天傍晚被水冲走的，他们正在一处悬崖底端建水车，需要人把110斤重的树桩放在山涧最底部，固定住水车不被冲走。周红珍平时和工匠们一起干活，她武功又高，自然承担起了这项责任。我看着湍急的水流，心里一阵绝望。全部人已经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毫无收获。河水湍急，即使是最擅长游泳的人，也未必能在这翻滚的水浪中全身而退。从天黑到天明，又到天黑，我和王大带着一拨人沿着河流而下，找了3天3夜，没有看到他的任何身影。皇城里传来的加急圣旨仿佛像一道又一道催命符。到了第5天，几乎所有人都绝望了。王大劝我：“小姐，保重身体要紧，小少爷还需要你。”我点点头，眼睛很肿很痛，里面干涩一片。第10日，我们已经找到了入江口，依然一无所获。江风阵阵，吹得人的衣衫猎猎作响。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是热烈，远处有孩童在田埂间嬉戏。回去吧，我低声道。刚一翻身上马，我眼前一黑，就栽了下去。我没回杭州，而是留在了扬州，接替了周红珍的位置，和工匠们一起研究如何将水车安放合适。江南多水患，在山涧底部安水车是周红珍提出来的，利用水流湍急的冲力，使水车转动，将部分水流引流到旁边的几千亩荒地里，达到灌溉的作用。工匠中有很多老师傅，周红珍的书房里留下了很多他做的笔记。雏形已经出来了，只要接下来照着实施。他为了这个工程呕心沥血，我不想他的心血半途而废。每天在施工现场忙完，再回住处休息。我仿佛是一只陀螺，不能停，停下来看，就是密密麻麻的痛和无尽的后悔。我终于理解了他那年为何说，有些话如果现在不说，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早该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意思的，我太迟钝了。后来他和我们一起来杭州，整日见到我，贪恋他给的温暖，却又像鸵鸟一般，假装看不见他的目光和欲言又止。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会再藏起来了。晚上我睡不着，又去他的书房，在书箱里翻找书籍时，竟然找到了一幅画卷。画中的人是我，穿着白鹿书院的学服，一脸悠然地坐在杏花树下，旁边还放着一个酒壶，看起来天真烂漫，浴血可爱，泪水溢出眼眶。那年杏花微雨，我们一起去郊外踏青，萧景之和周鸿祎去河里摸鱼，我则躲懒，坐在树下饮酒。那些被我遗忘的细节，突然如同刚刚发生般，一下子映在了我的脑子里。周红珍也坐在不远处，看似在看着不远处美丽的山花、碧绿的湖泊，其实她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很多时候，这么多年，还有我们回到京城，相约在酒楼吃饭。吃了饭，萧景之带我去看河灯，
我们走在前面。我在一个摊铺面前看嫦娥玉兔灯时，眼角是有看到他的，他就沉默地隐藏在我的身后。可是我现在终于知道要转身了，他却不见了。我忍不住痛哭起来，为什么要明白的那么晚？为什么没有勇敢一点？为什么没有多给他一点关心？为什么没有多看他一眼？为什么一日黄昏，我和工匠们一起在山上吃饭，远处传来马蹄声，我愣了一瞬，眼泪溢满了眼眶。一定是周鸿祎，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丢下碗筷，猛地往山下跑去。马背上的人并不是周鸿祎，而是萧景之，他是来顶替周鸿祎的位置，监督防洪工程的建设。婉瑶，他翻身下马，心痛地问：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我避开他的手，他沉默了下来。萧景之来了，工程进行得更加顺利，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更空。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尽快赶回来。1个月后，外公带着灵儿也来了扬州，灵儿哭成了泪人。他第一次离开我这么久，我抱着他，和他一起痛哭。外公也在旁边抹眼泪，对我道：人要往前看，你还有孩子要照顾。萧景之试图和我重修旧好，他说：婉瑶，不管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我们都忘记，好吗？就当我们一起上山，迷了路，走岔了，我们回归正途，好吗？我会照顾你，爱护你一辈子。我绝对不会和你回去，你不想回去，咱们就住在这边，反正江浙倭寇盛行，陛下有意要清剿，或者你想住哪里，我都陪你，别做梦了，行吗？我现在没心思应付你。工程完工后，我带着灵儿看着那轰隆隆的巨大水车不断将奔腾的水流倒往旁边的荒地，然后再流向周遭的山野，草木长势良好，荒地变良田。可惜当初设计这一切的人不见了，师傅还会回来吗？在隆隆的水声中，灵儿如此问我，眼泪比声音更快流出来。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萧景之骑着马过来，对灵儿伸出手：儿子，上来。灵儿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后退了一步。萧景之也不生气，只是翻身下马，和我们一起看着这山川河流。儿子，马上要送你去白鹿书院了，开心吗？不开心。灵儿闷闷地说。萧景之教育他，男子汉不能整天都逆着娘亲。灵儿反驳他才没有，他有很多兄弟。萧景之便和他聊起了他那些兄弟，我心里微微叹了一口气。时间的力量也是可怕的。萧景之才来了1个多月，整日在灵儿面前伏低作小，他又是人人敬仰的大将军，灵儿时常被人恭维有个好爹。他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自觉有了面子。况且朝珠已死，一个小孩的记忆能有多久？到了最后，便是萧景之一手抱着灵儿，一手牵着马绳，走在前面，我跟在他们身后。快到府门口时，萧景之道：我已经向陛下奏书，留在江南，不管如何，我都会陪在你们身边。我不耐烦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一匹失控的马冲我们飞奔而来。萧景之另一只手一把拉住我，往后避开。等回过神时，灵儿惊魂未定地被他抱在怀里，而我也被他半搂着。旁边有随从一把制住了马匹，行人纷纷惊魂未定。马主人擦着额头上的汗赶到，不断道歉。我感觉到一股冰冷的视线，抬头一看，竟然是周鸿祎。他瘦了很多，身形憔悴，浑身不衣，此刻正死死地盯着萧景之放在我腰间的那只手。我推开萧景之，冲他飞奔过去，眼泪比话先流出来。我哽咽地问：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了哪里？我们找了你很久。师傅。灵儿也扑了过来。周鸿祎被他扑得身形一晃，他嘴唇白得厉害，他看看我，又看看灵儿，最后看看我们后面的萧景之，吐出一口鲜血，晕了过去。周鸿祎胸口那里有很严重的伤，送他回来的是一对庄稼汉夫妻，他们说在河边捡到了周鸿祎，他昏迷了好几日，后来请了大夫诊治，伤口一直在反复，等稍微好了一点，周鸿祎又坚持要尽快赶回来。我握住他的手，他嘴唇微张，微弱的声音传来：林、婉、瑶，我
我的热泪滚落在他嘴角。他迷糊地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又道：我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他耳边重复，我在等他。太医的医术自然比民间大夫高强很多。晚上，周红珍的高烧终于退了，我小心地给她喂了一点水。第二日，握着的手动了动，我赶紧睁开眼睛，她正看着我，然后很冷淡地想把手抽回去。我假装没发现，依然握着她的手。你醒了，你不要乱动，不然伤口又撕裂了。饿不饿？要不要喝点鸡汤？彩月炖了汤，正在炉子里温着。他声音也哑，不是已经和萧将军复合了吗？还拉着我干什么？你听谁说的？我还用听人说，大街小巷都在传，萧将军夫妇在监督防水工程的建造，真是一心为民，神仙眷侣。本来心情很沉重，现在看他竟然还有心思吃醋，我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他更加恼怒，愤怒地看着我，就像灵儿生气时那样。怎么可能啊？我可是一个眼神都没给他。我一直在等你，我也一直在后悔。当年你要回京，拉着我说有些话不说后悔，将来没有机会讲。现在你出了事，我也要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很担心意外把你带走，我很害怕没有你，我很后悔你在的时候没有多看你一眼，以至于你失踪的这些日子，我每天每夜都在后悔，都在心生期许，求老天把你送回给我。现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难道还要和我赌气吗？我们错过了那么多时间，不是应该更加珍惜彼此？我握住他的手，很温柔地看着他，他苍白的脸浮起红晕，眼睛不自在地躲闪，半晌才犹豫地说：那你把鸡汤端来吧。周红珍的伤口在慢慢复原，我一刻也不离他左右，给他洗脸，喂他吃饭，给他念话本子。有时我看账册，他就在旁边看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夫换药的时候，我们都屏住呼吸站在旁边，生怕伤口溃烂发脓。好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萧景之很忙着整顿军务，我猜他也不想看着还顶着他妻子头衔的我和别人眉来眼去。我和他说过休书的事，他总是沉默，他的脸色越来越沉，下颌总是绷成一条线。他终于成了玉面阎罗，灵儿和他亲近了一些。夏日的傍晚，我们在后花园散步，合欢花正在迎风怒放。我扶着周红珍的手，不知不觉间已经被他握在了手心。累不累？要不要坐下歇会儿？我问他，他点点头。他对我道：我已经休书皇兄，想必萧家很快就会给你休书。我点点头。当日风光大嫁，如今落得物是人非，空留一声叹息。到那命运的波诡云谲，变化无常，我怕他不高兴，便笑着道：要说你皇兄也是挺，当年明明说好3件事的。他笑着道：他只是怕你意气用事，可能在男人眼里3妻4妾实在是常事，正妻闹一闹也就罢了。想起周鸿祎的后宫，我笑着打趣：你们兄弟2个真极端，你是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你皇兄身边妻妾成群。错，他严肃地说，我身边有人。说着，他看着我，我红了脸，忙借着喝茶水掩饰。我们平日里说很多很多话，从铺子的经营，时下流行的布料、款式、首饰、米面粮油的价格波动，再到朝廷局势的变化。哦，对了，我爹因为贪污太多，姨娘生了儿子，又因为强抢民女害死人家父亲，被告了御状。林尚书府一夕之间轰然倒塌，我爹被流放，病死在了路上。姨娘的儿子被处斩，姨娘疯了，跳井自尽。有时候我们说话也牛头不对马嘴，他和我说院子里的荷花开得真好，我和他说下个月得把隔壁铺子给盘下来，各自说各自的，都很开心。本来孤男寡女，我晚上是不能去他房里的，可是今晚我突然很想去看看他。我去了他房里，刚想推门，里面传来说话声，是萧景之。萧景之的声音充满了冷意，还有不甘心。他道：周红珍，你等这天等很久了吧？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给休书。你和他在一起，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你永远是见不得人的角色。周鸿祎淡淡道，我爱他，他也爱我，理会那些世俗的目光做什么？人生短短几十载，何必浪费光阴在不相干的人和事上呢？萧景之，你是不是早有预谋，故意做灵儿的师傅，先和灵儿拉近距离，再借机和他走得更近？你真卑鄙！当年我就看出来你不安好心了。周鸿祎，景之，不管怎么样，我当年虽然有心，但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机会。他满心满眼全是你，即使你和皇兄都看出来我对他的心意，但他一直以为我讨厌他，一直把我当成一个讨厌鬼。他不会做三心二意、左右摇摆的事，是你以为和他成婚就是一辈子的高枕无忧，他就是你院中的一枚珍珠。你想起来时可以去看看，遇到别的女子，你也可以随意动摇。他叹了口气，很是高深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失去，也没有永远的得到，爱情没有终点，不是在成婚那一刻，两人就像琥珀进入尘封状态，一成不变。他的爱不是你得到了就会永远在那里，我会好好珍惜他，感谢你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先我一步呵护他。我后来知道他成长的诸多坎坷，才知道他明媚笑容背后的不易，想来你是费了很多心思，才真的让他笑得开怀和笃定。我怔怔地落下了泪来，既为周鸿祎的话，也为当年的我和萧景之。遇到萧景之的时候，我虽然看起来嚣张跋扈，有外公的疼爱，但是让我真正开心起来，打开心扉的，的确是萧景之。他给了我一段最纯净无忧的时光。萧景之开门时似乎很意外看到我，他震惊地看着我，又看看周鸿祎，随即更加气愤，咬牙切齿道，林婉瑶，我们还没有和离。随即便要离去。萧哥哥，我叫住他，流着眼泪说，我们放过彼此吧，我原谅你的过错，我们也是真的错过了。他身形猛地一顿，眼泪也下来了，我们泪眼模糊地看着彼此，就像当年他在寒山寺站了一晚上时，我推开窗户，眼泪朦胧地说，我怕你辜负我。他紧紧抱着我，头埋进我脖子里，湿热的泪水烫在我的颈间。他发誓绝对不会。萧景之在出发前往宁波时给了我休书。我和周鸿祎成亲时，外公很是不解，为什么还要出嫁？天下男儿多薄幸，你已经经历过一个，还要再重蹈覆辙。我道，即使有那个可能性，但我还是想尝试着拥抱他。他等了我许多年，我不想看他失望的眼神。外公摇摇头，半晌才道，那你还回京城？我摇摇头，自然是经营家业了。外公未曾看过账目吗？今年营收超过了去年1倍有余。外公松了口气，笑着道，现在国泰民安，生意正是好做的时候呢。2年后，我生了个女儿。灵儿惊奇地看着妹妹，正儿八经地对我说，娘亲生妹妹多辛苦，若再劳心照顾，恐对身体多有损害，不若灵儿在旁协助，一来可以为娘亲分忧，二来可以增进兄妹情谊，甚好甚好。在灵儿的死缠烂打下，我们活生生推迟到了她7岁才送去学堂，学堂中自然不比家中舒适，她不知道成了谁的反骨，看着乖巧，但每次那些学子捣蛋，总有她的份。书院中的山长老师和外公颇有交情，每每来府中做客，总免不了告他一状，活都给你干了，那我这个做爹的还做什么？周鸿祎点了下他的额头，你学堂中的课业尚未抄完，小心今晚觉都睡不了。灵儿哀嚎一声，抱怨道，书院里课业也太多了一点。周鸿祎爱不释手地抱着女儿，两个脑袋一大一小，凑在旁边看。灵儿赞叹道，妹妹好小啊，娇娇嫩嫩的。师傅，你要是想亲她，只能亲她的牙齿或者脚指甲。周鸿祎小心翼翼地说，我哪里舍得亲她，我看着她就心满意足了。你们俩太夸张了吧？我疑惑地说，小小皱皱的，哭声还大，看起来脾气不太好啊。嘘，灵儿竖起手指，娘，小心被妹妹听到。女孩子怎么可以说她不好呢？我皱着眉看她，萧天林，你在学堂没干什么出格的是吧？你还小啊，我告诉你，
你少和那些比你大的男孩子学。他挠挠脑袋，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对我们道：娘，师傅，我课业还没有写完，先走了。这孩子真是皮得很啊，他小时候完全不是这样。行了，快躺下休息，你生孩子简直吓死我了。周红珍轻轻握着我的手，终于体会到别人说的娇妻爱儿爱女在侧，万事足矣的状态了。我看着他，指了指他眼底熬出的乌青，问：这还满足？他目光温柔道：当然，幸福的乌青。我们忍不住都笑了起来。